而白青青就不满了。大人，你还是嫌弃我的，对不对？没有。那你为什么都不看我？他戳了戳上官慈的腰，上官慈咬牙，看他看什么呀？要不我还是去找张宁吧。你够了。上官慈回过头，却已经红了脸，那俊俏的脸庞让白青青更加喜欢了。他盯着白青青的头顶，小心地给她擦着汗，一点都不敢往一旁看。白青青暗自欣喜，大人，这水温正好，大人要一起吗？不需要。上官慈怕自己一个忍不住，按着他脑袋给他摁水里淹死。可是这浴桶太大了，青青觉得空旷得很，他还是不死心。大了好，透气。是吗？白青青托起自己的小胸脯看了看，问上官慈：“他以后也会透气吗？”滴答一声，一滴鲜红的血掉落在水里。白青青先是一愣，随后抬头，他就看到上官慈流鼻血了。大人！上官慈松开他，跑到一旁拿起帕子给自己捂了起来。太丢人了！大人，这样不行的！白青青从浴桶里跳了出来，跑到上官慈身边，她用小手紧紧地扒拉着上官慈。大人要把头扬起来，这血才会止住的。上官慈听了他的话，将头扬起来，但血液不流了，面色微怒，将帕子给丢了。大人，上官慈长出一口气，将白青青扛起来，到浴桶边洗了一下她的小脚丫，又将她给丢到床上，用被子裹起来。老实待着。白青青不满地说道：“大人好凶哦！若是着凉了，有的你受。”上官慈无奈地摇了摇头，他忽然伸出白皙的小脚丫，在外面晃悠着，一双大眼睛紧紧地盯着上官慈。缩回去。上官慈给他的小脚丫轻轻地拍了一下，将被子给他盖好。待给他盖好了脚丫子，他又伸出一双碧藕，笑着看向上官慈：“大人，抱抱嘛。”白青青稚嫩的脸庞配上软糯的声音，让上官慈有些脸红。他觉得自己在犯罪。别闹。声音也跟着软了下来，面色有些红晕，让白青青看了忍不住露出了小狐狸一般的笑容。抱抱嘛。滚。上官慈冷哼一声，坐在一旁不搭理他。实际上心里边却是有些暖意的，难得有个人不怕他。看上官慈不搭理自己，白青青嘟了嘟嘴，嘿咻一下又把小脚丫给踢了出去，正好就搭在上官慈的大腿上。他笑着说道：“抱抱嘛，大人。”上官慈觉得胸口好像憋了一口气，他终于明白当初自己说要娶白青青的时候，白江为什么那么痛快就答应了。他一开始只是觉得白青青这个人嚣张跋扈，现在相处下来才发现那就是个魔人精。大人，闭嘴！实在是烦了。得知他是这个德行，上官慈的戒心也少了一些，不耐烦地把他给捞起来抱了抱。白青青抱住上官慈的脖颈，蹭了蹭，又亲了他一下。大人真好。上官慈一怔，也习惯了他这般。他好，这还是头一次有人这么说他，感觉也还不错嘛。之前人人都说他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活阎王，说他心狠手辣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说他好的，这还是头一个。好了，抱也抱了，松手。白青青蹭了蹭他的脸颊，喜欢他身上的檀香味儿。不要。撒手。上官慈不满地想推开他，当他的大手触碰到柔软之时，他整个人就像触电了一般呆住了。白青青感受到上官慈的大手，整个人开始发烫。他抱着上官慈脖颈的小手逐渐放开，滑落了下来。他低头看着贴在自己胸口处的大手，脸颊越来越烫，白嫩的肌肤上染上了绯红，稚嫩的小脸儿也显得更加诱人。他眼巴巴地看着上官慈。大人。上官慈看着被自己握在手里的，忍不住还握了握。手感极佳嘛。大人，这怎么还摸上瘾了，还不撒手呢？上官慈的声音有些沙哑，他能感觉得出自己身体的变化，脸上表情极为复杂。短短的时间内，他从惊喜到失落，那里只是微微的抬起头来，又躺了下去。上官慈后退一步，懊恼地坐在白青青床边。他在做什么呢？对一个小姑娘有了想法，还对她做出了这种轻薄的举动。看到上官慈皱眉，白青青有些心疼，伸出藕臂想替她抚平眉头，却被上官慈一把抓住。他一双凤眸透着阴寒之色。你想做甚？痛啊，大人！上官慈赶紧撒开了手。他力气大，方才握住白青青的时候也没有掌握好力道，肯定是将她给抓痛了。本座看看。白嫩的小手上出现了红印子，他心里边有些悔意。通过这几天的种种表现，他直接认定白青青只是纯粹的缺心眼儿，而不是被白江派过来的。大人，揉一揉嘛，好痛啊！其实他一点都不痛，那几个印子也是他自己掐的。
看了一眼委屈巴巴的白青青，上官慈无奈地给她轻柔起来，想了想又说道：二小姐，日后莫要再做这种事了，可好？他不想做出伤害这个小丫头的事儿。为何？大人不欢喜吗？二小姐，本座不知道，若是被他人知晓，二小姐的脸恐怕就要丢光了，所以莫要在这边行事了。那会有人嘲笑大人吗？谁敢？既然没有人会嘲笑大人，那自然也不会有人嘲笑我了。我是大人的妻子，他们也不敢，对吗？你这是哪里学来的歪理？上官慈都被他给气笑了。哪里是歪理啊，这就是真理才对。反正我是大人的妻，他们笑话我就等于是笑话大人。好了，别贫了，明日我便要上朝，一下安分些。他怕自己一不在，这小东西就翻天了。白青青立马乖巧地凑过去，笑着说道：大人放心，我超乖的。才怪呢。看着白青青像一只摇着尾巴的小狐狸般望着自己，他就知道这家伙根本就不会乖的。大人明日几时回来呀？不清楚。确实不清楚，他休息了整整3日，还不知道有多少事等着处理呢。哦，那大人要记得早点回来啊。他实在是不想听白青青废话了，只好应答。大人最好了。他跟上官慈腻歪了一会儿，便在他怀中睡过去了。到了第2日，上官慈很早就起来进宫，而白青青则是睡到了日上3竿才起来。若是早些遇到姑娘，我那小孙女儿也就不会饿死了。原来孙叔还有一个孙女儿，却因天灾活生生的给饿死了。孙叔会好起来的。白青青心里有些沉重，无论在什么年代，在天灾面前，人永远都显得那么渺小。这也更加让他觉得银子是个好东西了。孙叔，是这样的，我呢打算做点小生意，但是我不方便出面，所以就想让您代劳。每个月我按月给您工钱，还有铺面除了本金后收益的5%，如何？孙叔一怔，却没想到这姑娘说话竟这般通透，给他月钱还有铺子收益，不就是想把利益最大化，好留住他吗？玄霜说孙叔会管账，我觉得这份差事也适合孙叔，您觉得呢？我们爷孙俩这条命都是姑娘的，姑娘想要我们做什么，只管吩咐便好。既然是这样，那就劳烦孙叔操心了。孙叔，您先看看，先前让您采办的一些东西都齐全了吗？齐全了，姑娘。他大致看了一眼，说道：这是卤料吗？是的，这东西是我偶然间钻研出来的，您先看着，过2日我会让人来这边规整一下，到时候我们再考虑营业的事情。好的。夫人，孙岩看着白青青，你成亲了？他见白青青未曾梳过夫人的发髻呀。妍儿。一旁孙叔呵斥了一声自己的孙子，给了他一个眼神。孙岩立刻向白青青道歉：抱歉啊。无妨，也是怪我，因我不会梳发髻，所以便一直未曾改发髻。他确实是不会，再者他跟上官慈也不会发生什么的吧。虽然他总是想着能有点火花，想到这儿他心里难免会有些失落。玄霜见白青青面色微白，呵斥着孙岩：孙公子，我家夫人是否改夫人发髻与您是无关的，日后也没有再说这些话了。玄霜，人家也不是故意的，你无需这般。抱歉，是我孙儿鲁莽了。无妨的。白青青又跟孙叔他们爷俩聊了一下基本的运营方法。孙叔爷孙俩听着白青青的讲解，脸上的神色异常精彩。他看了看头上的太阳，已经是走向西山，想着上官慈也快回来，便打算回去了。看着白青青离开的背影，孙叔对孙岩说道：妍儿啊，这等女子非池中之物，也并非你能驾驭得了的。此时的孙叔已全然不像方才与白青青谈话时的卑微老者，俨然有一丝霸王之气。孙儿晓得了。孙岩恭敬地行了个礼。大人，上官慈正在跟属下商量着今天朝上说的案子，就听到一声欢快的声音。他先是一怔，随后抬头就看到一坨灰色的东西飞快朝自己飞奔过来。一旁上官慈的几个属下看到这一坨物体都愣住了，哪里来的飞球？他们看着这个灰色的飞球直接撞到他们都督怀里，露出一张惊世的容颜。大人，看到白青青，上官慈一时间没反应过来，他慌忙接住白青青。你怎地来这里了？大人迟迟未归，我怕你出事便来了。他这话说的犹如一块蜜糖，甜着上官慈的心。他的属下听了也纷纷露出笑意，
对嘟嘟这个小妇人的印象也好了起来。夜深路重，快回吧。上官慈没有注意到一旁下属的神色，笑着对白青青说道：“我闲了3日，自然有许多公务积压，肯定会晚些的。”那大人是不是也没有吃饭？上官慈确实忙了一天，晚饭没吃，便点了点头。也还不饿。好了，快回来。玄霜，他叫了一声，对玄霜说道：“带二姑娘回府。”玄霜只好过来，要带白青青回去。白青青赶紧把望宁叫过来，让他把食盒递过来，交给上官慈。大人，给您做了饭菜，都还热着呢，你要记得吃哦。看着小巧的食盒，上官慈有些恍惚，这么多年来还是头一次享受到这种待遇，深夜有人惦记的感觉真好。不了，带回去吧，也没有什么时间吃。主要是都没吃，单单他自己一个人吃也会觉得不好意思。听上官慈说让他把食盒带回去，白青青有些不乐意了。他打量着上官慈，白了他一眼：“怎么，大人是觉得这东西有毒？大人是觉得这东西有毒？还是不如人家月华姑娘做的好吃？”胡说什么？上官慈皱眉说道：“这关月华什么事儿？”上官慈的下属听了纷纷摇头，他们都督什么都好，就是这情商堪忧，人家明显是不乐意了，他却还说的有鼻子有眼的。他们看不下去了，上官慈看了一眼，没当回事儿。日后莫要再来这里，忙完了我会回的。他觉得别人知道了不好，毕竟他是个宦官，小丫头经常跑过来，他怕小丫头会受人家白眼。可这话在白青青听来就变了味儿，他怎么听都是上官慈在向着月华说话。白青青盯着上官慈不语，最后将手里的食盒递给望宁，忍不住酸了眼眶。难道他真的就不如月华吗？督主，小夫人也是好心，您就留着吃了呗。快留下吧，再不留估计人都该哭了。上官慈却冷哼了一声：“留什么留？哪里有这个闲工夫吃啊？”啪的一声，白青青将望宁手中的食盒打翻在地，吸了吸鼻子：“不吃就不吃，谁求着你吃了？饿死了正好，我好改嫁。玄霜望宁，我们走，就让他去找他的月华姑娘去吧，两个人最好一起饿死拉倒。”白青青骂完，扭头就走。白青青，上官慈喝住他，冷冷地说道：“你心思怎地这般歹毒？月华与你何冤何仇？你要咒他死？”在他这里，还是月华更重要些，毕竟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，那也曾经是他的奢望。上官慈这话音刚落，就听城门再次打开，从里面出来一个戎装男子，此人步伐稳健，径直朝着上官慈过来。“你一个不要脸的东西，敢欺负我外孙女，谁给你的胆子？”来者正是白青青的外祖父姚晃，他从战场上下来，便听闻自己的外孙女嫁给了上官慈这个太监，心里就十分不爽，快马加鞭赶回来，进宫来讨要一个说法。可奈何皇帝劝他，他也就忍了。这一出来就看到上官慈在欺负他的外孙女，这还能忍？当然不能。姚晃的嗓门极高，喊得白青青都觉得脑瓜子疼，而上官慈却依旧是风轻云淡的模样，脸上带着阴鸷的笑。“姚将军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怎么，老夫不能回来呀？啊！”说完，他转身看着白青青，露出心疼之意。“哎呀，乖孙女，你受委屈了。”他过去摸了摸白青青的头，眼里都是心疼之意。外祖父，面对着突如其来的暖意，白青青有些酸了。她摇了摇头说道：“不委屈，外祖父身体可还好，爹娘可还好。”即使黑夜看不清他的脸，但哽咽的声音都出卖了他。“好，好。”外孙女突然这般懂事，他深感欣慰。“放心，外祖父定当会想法子将你接回去。”听了这话，上官慈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但又有些嘲讽之意。他知道姚晃这般说，定然是皇上没答应他把白青青带回去，否则他早就带人走了。姚大人这话太过片面了吧？二姑娘来的时候可瘦得跟纸糊的一般，也过不了几日就变得这般圆润，可见本座待她是极好的。上官慈上前一步：“二姑娘该回去了。”他并不畏惧姚晃。白青青看了一眼上官慈，对姚晃说道：“外祖父，今日晚了，明日青青回去看你，替我代爹娘一声好。”听着自己外孙女这般言语，姚晃更加坚信他一定是受了上官慈的逼迫，瞬间抽出腰间的佩剑，直指上官慈：“你若敢欺辱我家乖女，定当将你千刀万剐！”这一声怒吼，吼得上官慈耳根发麻。他欺辱？外祖父！白青青赶紧挡在上官慈面前，劝着姚晃：“外祖父，大人待我极好，只是我并非大人良人罢了。”他哄着姚晃将佩剑插回剑鞘，笑着掐了掐自己的脸蛋，
你看我都胖了呢。说着，他又转了一圈给姚晃看。姚晃定神看了看，确实是比之前圆润的多了，可见这上官慈并未亏待他家外孙女。其实若论权力，上官慈也算得上是一人之下了，也算得上是一个好夫婿的人选。可他是个宦官啊，他家的外孙女怎么能嫁给这样一个人？白江那个老混蛋，趁着自己和女婿在外征战，竟然把他的外孙女嫁给这样一个残缺的人。老东西，看他不参死他！乖女，他待你真的好，没有折磨你。姚晃还是不放心。白青青笑了，过去抱住上官慈的手臂，说道：“大人待我是极好的，好吃好喝的供着呢，还给钱花。上次大人还给了我1万两，还有一件铺面呢，对吧，大人？”他看向上官慈，暗自掐了他一把。上官慈低头看了他一眼，对方才他诅咒月华一事也消了气。外祖父明年事已高，又出战刚回来，还是早点回去歇着吧。明日青青去看你。白青青过去，开始给姚晃顺毛。您放心，明儿个呀，我保准一早就过去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，乖女，明儿个呀，早点来，外祖父让你表哥给你订你最爱吃的点心。对于这个外孙女，姚晃是非常宠溺的，因为他一共有7个儿子，1个女儿，也就是白青青的娘。当初嫁给白振觉的时候，他就不怎么愿意，可耐不住女儿愿意啊，结果日子过得都不如外面要饭的。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他再心疼也不能插手人家的家事儿。好在女婿还是疼女儿的，他也带着夫妻俩常年在外征战。就可怜这么一个小娃娃在白家受尽白眼。说到底，姚晃心里觉得亏欠了白青青的，若不是碍着两家的面子，他早就把白青青带在身边了。表哥，好。白青青对这个表哥是有点印象的，是一个生意奇才，正好他还有些事情想去请教一下。听他们祖孙2人谈得甚欢，上官慈有些不满了。他记得白青青的表哥姚苏瑜跟他可是青梅竹马，怎么这是打算明目张胆的去私会？那就这么说定了，你若是不去，外祖父就叫你表哥上门给你抬回去。姚晃哈哈大笑，白青青一尴尬，又是抬。好，定然去的。说着又跟姚晃寒暄了几句，目送他离开了。待看不见人影的时候，白青青说道：“玄霜、汪宁，我们回吧。明儿个他还想去找他的表哥讨教一下呢，毕竟他对这个世界的行情一概不知，也不知道该往什么方面去发展。”站住！本座饿了。他这么急着回去，难不成他要去收拾一下，明日去私会？白青青回头像看神经病一样看他。大人饿了？哼，那就饿着呗。说完扭头就走，一点面子都不给。白青青！上官慈吼了他一句，让一旁的下属纷纷不寒而栗。白青青掏了掏耳朵，说道：“青青耳朵好用着呢，大人无需喊那么大声。”你，他倒是胆子大了哈。大人饿了，去月华姑娘那儿啊，让她做顿饭不就行了吗？与我说这个做甚？若没有其他的事情，青青便告退了。明儿个我还得去我外祖父那儿呢。姑娘，爷爷都1天没吃饭了，要不您就跟爷爷一起去东厂，给大人做点吃食。你看爷他忙了一整天，到现在还饿着肚子，那脾气肯定是有点暴躁的，可能是饿久了才对您发脾气的。哼，做不了，还是去他的月华姑娘那里吃吧，我怕我一个不小心给你家爷毒死了。说完头也不回就往马车上走。反正他外祖父与父母都回来了，上官慈也不敢拿他怎么样，大不了就是和离，他走人呗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等他上了马车，刚坐下就被赶来的上官慈给按在木头板上。只听上官慈冷哼道：“哼，才不过1日，你就长本事了是吧？敢跟本座这般说话？”被突然按住的白青青有些懵，随着上官慈那张俊颜放大在他面前，他才缓过来。大人想做什么？这个情节是要亲亲了吗？他心里在激动的叫嚣着。你这么早回去做甚啊？不是大人您催我回府吗？我这不是随您的意吗？话是这么说，可是一想到他回去就会准备明天去见他的青梅竹马的表哥，上官慈就有种头上凉飕飕的感觉。大人放手吧，他手都痛了，估计红了吧，赶紧放手呗。白青青面带微笑的对他说着，可他却有一种只要自己一松手就再也抓不住他的感觉，手上的力道也逐渐加重了些，直到白青青呼出痛，他才反应过来松了手。与我去东厂。上官慈想自己看着他就没有功夫收拾了。东厂？怎么，大人是想把我送去东厂了？他委实觉得难受，明明自己对他那么好，可他心里哪怕只有月华，也不至于要把自己送到特务厂里吧。上官慈挑眉，觉得自己跟这个丫头说话已经没有办法用正常人的思路来沟通了，感觉到对方在颤抖，他耐下心说道：“本座饿了，到东厂来做饭。”做饭？白青青慌了，
到东厂做饭，疯了吗？我可以说不吗？二姑娘觉得呢？上官慈微微一笑，要么随我去，要么我让人绑你去，你可以选择。白青青干笑，这叫选择吗？她揉了揉发痛的手臂，说道：“大人，这未免有些强人所难了。若是换了月华姑娘，大人会这么完让她去下厨吗？”她承认自己有赌气的部分，可是真的不满啊！凭什么呀？她月华是宝，自己就是草啊！二姑娘，不要总是与月华相比，你没有那个资格。上官慈冷冷地说了一句，起身就要离开。白青青缓了缓，说道：“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日后不会了。”待他说完，上官慈已然离开。望着被风吹起的帘子，白青青湿润了眼眶，最后泪水化作珍珠般滴落了下来。是啊，他不配呀！原以为在这个世界遇到一个人便可以相守一生的，是他输了。他不该想的这般简单，更不该痴迷上官慈这张脸，以至于短短几天便丢了心。姑娘，过了一会儿，外面传来玄霜的声音，似乎带着担心的意味。白青青清了清嗓子，没事，走吧，我们回去。好。望着离去的马车，上官慈心里犹如蚂蚁攀爬般痒痒的。他下属见了，更是连连摇头。督主，我们觉得吧，这小夫人还是不错的。您刚来第一天没回家，这么晚了还来给您送饭，已经是不错了。我家那婆娘这么多年了，我哪天下了差，不是回去给她做点吃食啊？是啊，督主，我看这小夫人对您也是极好的了。您倒好，偏偏提那个月华姑娘，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的，估计连猪都喂不好。一个较为年轻的下属小声吐槽了一句，他家里就是养猪的，自然讨老婆也要先会喂猪为准。就是，自从您把她救回来，就像个大小姐一般供着，也没见她给您送过一次饭，做过一件衣裳。属下的吐槽，上官慈是能听进去的，可他却不愿意承认月华的不好，叹了口气。月华出身不好，幼时便被人卖进了那种地方，除了一身武技，别的也没什么可行的。你们也不要再将他比作旁人。好了，先去处理正事。说完，带着他们回到东厂处理事务。等他回来时，发现屋里还亮着。推门进来，就看到白青青趴在桌上睡了过去，桌子上面还摆满了饭菜，心里顿时有些暖意。他过去轻轻地抱起白青青，想把她带到床上休息，谁知刚刚起来，白青青就睁开了朦胧的大眼睛，看着上官慈。大人，是吧？看着他这模样，上官慈也只好大人不计小人过了。不了，您放我下来。上官慈将他放下，就看他过去端了饭菜要出去。出去做甚？我去把饭菜热一热，您多少吃点儿。看着白青青的身影消失在自己的视线内，上官慈不知该如何是好。明明之前还跟自己吵了一架，回来却又做了饭菜等着。想到这儿，他不由苦笑，真是个孩子。大人多少吃一些，想必也是一整天没有个油水了，也不宜吃大荤。这两道菜是我今儿个研究出来的，您尝尝。上官慈坐下吃了几口，发现味道不错，一连吃了2碗饭，喝了1碗汤。原本白青青不让他喝，有些凉的，他却执意喝了一些。毕竟是小丫头辛苦做的，多少他都会吃一点。等到吃完，伺候上官慈洗漱，二人上了床。白青青面朝里，没有再像从前那般窝进他怀里。后半夜下起了雷雨来，白青青觉得有些冷，便将自己缩成一团。上官慈察觉到之后，将他揽了过来。是吧？别乱动了，本座明日还要早起，你动来动去的，影响本座休息了。好。第2日，上官慈醒来，发现身边的位置空荡荡的。他伸手探了探，已经凉了，说明人已经离开多时。就在他疑惑的时候，白青青手里拿着食盒进来。他眼下有些乌青，看来是没睡好。大人，怎么起得这么早？给大人做了一些吃食，若是不嫌弃，大人便带着吧，闲了就吃点，别饿着。他面无表情地将食盒放下，跟上官慈说道：大人，昨夜青青想了想，我还是搬回听雨轩吧，免得不方便。原本心里微微有些暖意的上官慈听了他这话，脸色立刻就变了。他蹙眉问他：哪里不方便？实际上，上官慈也是被白青青磨得没有办法，所以才跟他住在一处。原本白青青若是说回去，他该高兴才是。可是白青青今日要去见他表哥，现在就急着跟自己撇清关系了。白青青自然不清楚上官慈心中所想，她只是觉得，既然这个男人对自己没有想法，那就没必要再纠缠了。她心里被别人装得满满的，自己又何必找不自在呢？白青青觉得眼皮开始打架了，
甩了甩头，好让自己清醒一些。上官慈见他这般，起身下床，将他抱起来放在床上。好好歇着吧。他并没有阻止白青青回听雨轩，却也没有答应。只要他不答应，白青青就回不去。白青青也没有再多说什么，安静的闭上眼睛睡了过去。上官慈看着食盒出神，过了许久才去洗漱穿戴。等穿戴好了，过来将食盒提走，以至于他这么多年来头一次上朝迟到了。待上官慈进来时，手里还提着一个食盒，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有些不解。上官慈闭目不语，心里边却十分懊恼。一路上他有些出神，竟然不知自己将这食盒拎到了朝上。荣烨啊，你这手里提的为何物呀？荣烨是上官慈的小字。回陛下，内子替微臣准备的吃食，昨日比较忙，回得晚了。内子担忧微臣身体，所以今日特意做了吃食给微臣带着。说着，若有若无的给了皇上一个幽怨的眼神。皇上清了清嗓子，想到昨儿个拉他下棋下的久了，有些不好意思。如此甚好。看来这姚晃家的外孙女还是不错的嘛。上官慈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你几时上朝，还让我外孙女给你做饭？我家乖女向来贪睡，你竟然要她起得这般早，就为了一顿饭？姚晃听外孙女起来给上官慈做饭，心里都心疼死了。那得多早就起来，昨天还回得那般晚。姚晃是个武将，说话自然粗鲁了些，不过皇上也不介意，因为他够忠心。其他官员听着姚晃骂上官慈，真的是大气都不敢出。有几个不嫌事儿大的，竟然举牌上前参了上官慈一本，说他强抢民女。几人为文官，均以白江为首，他们见白江没有阻止，纷纷上前弹劾上官慈，这让皇上十分不喜。而他们的理由却是上官慈是个宦官，强娶了吏部尚书的孙女儿。面对官员弹劾，又想到白青青今日会去见姚苏瑜，上官慈面色冷了下来。皇上见他露出不悦的神色，有些心疼，呵斥了下面的一些人。面对皇上的偏袒，他们也习以为常了。毕竟他们弹劾上官慈就没有成功过一次。哎呀，你说说你们呀，有事没事就吵，能吵出个什么来？人家孩子都没说什么，还给荣烨做了吃食，两个祖父也没说什么，你们倒是吵起来了。再者，荣烨也是为了朕才受的伤，怎么，你们这是在责备他救了朕？龙颜微怒，底下的人纷纷跪下。微臣不敢。你们不敢？不敢还吵得这般欢？行了行了，没事就退了吧，看着你们就心烦。说着就起身离开，对上官慈说道：荣烨啊，你来一下。是。待皇上到了御花园，上官慈也跟着到了。快快快，将你这小媳妇做的菜给朕尝尝。听了皇上的话，上官慈一阵无语，但还是将食盒递过去。皇上不客气地吃了起来，对他说道：味道不错，你是有口福了呀。他可是听说这白江的孙女儿是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不剩的，现在一想也是虚言了。上官慈苦笑，没有说别的。他有口福，他的口福可是在皇上肚子里呢。哎，站着干嘛？坐下来一起吃，还是那么拘束，跟你娘啊一点都不像。快坐下。上官慈眸色暗淡了几分，又笑着坐下吃了起来，味道是挺不错的。你大婚，朕无法过去，他日会补偿你的。陛下无需如此，也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。上官慈拒绝了皇上想补偿他的想法。皇上看了看上官慈，又看了看这精心准备的食盒。朕晓得你为何娶她，朕也答应了。可是荣烨呀，差不多就得了，别等到时将那真心人给伤走了，后悔莫及呀。例如他。上官慈一笑，也没接话。张宁被小太监领了过来，面色尴尬地看着上官慈，小声说道：爷，白姑娘怎么了？他有些不敢往下说了。说。张宁一咬牙，心里一横，大声说道：白姑娘今儿去了姚公子的铺子里，遇见安国公的女儿在调戏姚公子，就给人家打了。打了？上官慈一愣，伸手揉着自己的太阳穴，却把张宁说的重点放在了白青青是为了姚苏瑜打的人。这丫头还打架呀？上官慈黑着脸问张宁：就因为这个？也不全是。张宁脸色苍白，不敢看上官慈。上官慈刚要让他说，就听到小太监来报，说是安国公来了。得，一准是来告状的。皇上笑了：正说他呢，就来了，让他过来吧。还有安国公的女儿，以及姚将军家的姚苏瑜，跟白尚书家二房的姑娘白青青。小太监不敢抬头，怯生生地回道：他们怎么来了？他可不敢说是被绑过来的。
是安国公派人带过来的。哦，带过来吧。荣烨呀，你打算如何处理呢？上官慈只听到了姚苏雨也来了，便冷哼了一声：“哼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。”这反了他了，竟然大庭广众之下为了别的男人打架。哎呦，皇上哎，你要给微臣做主啊！说着便叩头不起。一旁是被五花大绑的白青青跟姚苏瑜，二人均是面无表情，向皇上行了跪拜礼。白青青看到上官慈的时候，眼中已没有往日的那份期待的目光，曾经犹如星辰般明亮的眸子，此时显得暗淡无光。上官慈看到一身白衣的姚苏瑜，暗自握紧了拳头。爱卿这是作甚？快平身吧，赐座。皇上，小女去街上逛逛，就被这恶毒之人毒打，又因二人身份特殊，微臣只好将这二人绑过来，要皇上处理。他跟姚晃那是老对手了，这下子好不容易抓住姚家的把柄，他是不会轻易放过的。毒打？原本这安宁也算得上是个数一数二的美人儿，这下被打得都快面目全非了。皇帝干咳了一声，别过脸来，看着还跪着的姚苏瑜跟白青青，手一抬说道：“平身吧。”谢陛下。兄妹二人异口同声。二人站起来，一旁的小太监给松了绑。姚苏瑜过去扶住白青青，可还好？眼神里无一不露着担心的神色，这让上官慈见了，那脸色就更黑了。白青青摇了摇头，面露疲倦之色。她今日本来就没休息多久，又跟安宁打了一架，自然觉得疲倦。她注意到上官慈冷眼看她，心里边有些酸。今日之事如何引起的呀？你们谁来说说？姚苏瑜是姚家的孩子，他还真不便过多责罚他，毕竟他跟姚苏瑜是有合作的，这家伙就是个经商的鬼才。那姚苏瑜上前一步行礼道：“启禀皇上，今日草民在街上与表妹闲逛时，偶遇安国公府上的仙姬，因安姑娘对草民行为越矩，表妹逼不得已出手相助。”他实在是说不出安宁当街调戏他的话来。哦，可确有此事？陛下，绝无此事呀！微臣女儿平时可是足不出户，也算是京中的闺秀，这怎么会做出那种不要脸的事情啊？那对您家来说，脸面这东西也忒不值钱了点儿，能随便丢的？他就是在讽刺安国公护短。姚苏瑜白皙的面颊上挂着淡淡的笑。皇上，草民也无需拿这个事来做借口，好让表妹打了安姑娘一通啊！这兄妹俩一唱一和，让上官慈看得恨不得过去把他屁股底下的板凳放在两个人中间，给他们隔起来。皇上也听过关于白青青的传闻，今日一见就觉得往日里那些传闻水分太多了。你胡说！明明是你先有意轻薄我在先，如今却要倒打一耙。皇上，你要替臣女做主啊！皇上没说什么，反而是看向白青青，等着他的反击。白青青打量了一番皇上，看他没有开口阻止，胆子也跟着大了起来。凭我表哥的家世、才华和样貌，要什么样的女子会没有？非要轻薄你，你长得好看啊！说完还白了他一眼，又对皇上说道：“皇上，这安小姐的心思，在外面都是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，如今却来恶意攀咬，还望皇上明察。”你胡说！你以为自己就是个什么好货色了吗？嫁给了一个太监，还跟你表哥走得这般近。他这一激动就没刹住车，该讲的不该讲的全都讲出来了。安国公听完打了个冷战，随后起身说自己女儿年幼不懂事，让上官慈不要跟他一般见识。安国公话音刚落，就听到自己女儿的惨叫声，只见白青青上去就是一脚，随后乒乒乓乓的揍着安宁，边踹还边骂着：“我夫君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有什么脸面在这里诋毁他？要是再有下次，我看你一次就打你一次。”面对白青青的维护，上官慈心里一暖，随后过去将白青青带到自己身边来，看着他脏兮兮的小脸问：“有没有伤人？”他这话一出，在场的人都惊了。白青青低着头抿了抿嘴：“没有。”实际上他只是为了示弱才弄得这么狼狈，脸上的灰还是他自己抹上去的，就是为了装可怜。上官慈抬手替他擦着脸上的灰：“日后这种事无需与他人争辩什么，就算你想争辩，等本座在的时候与你一起。”他这话算是说给安国公听的，却也将白青青护在了自己的羽翼下。皇上看着上官慈这举动，不觉勾起了唇角。行了，无非是小女儿家的打闹，竟然闹到这里来，也不嫌丢人。皇上呵斥了一声安国公：“你女儿大人家几岁，却被人家打成这样，也好意思说出来？”说完又转头看着白青青夸他：“不愧是姚将军的外孙女啊，跟你祖父一样能打。来人，赏！”白青青被皇上这举动给惊着了。他想，偏心也不带这样偏心的吧，还这么明目张胆。他疑惑地谢了恩，看向上官慈，对方给了他一个安心的眼神，随后发难安国公：“安国公是对本王的身份有何不满，亦或是嫉妒？哼，安国公但凡对本座有不满之处，尽管对本座来。内子年幼，不宜经历这些。”
安国公见上官慈微怒，立马开始打圆场。他原以为皇上多少会替他说句话，没成想却被训斥一顿。姚素瑜见上官慈对白青青的庇护之意，深思了一番。他抬眼对上上官慈的眸子，感觉到一股寒意。他想，自己与他并无过节，为何要这般？思来想去，就只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自己的表妹。他冲着上官慈微微点头，笑了。上官慈见了，只觉得姚素瑜这是在挑衅自己，双眼微眯，心里记住了。皇上看着二人礼尚往来，不觉有些头疼。这荣业不会是记恨上人家姚素瑜了吧？他还得提点一下，毕竟姚晃家的孩子，自己的钱袋子，可别给人使绊子。他见安国公还在这里坐着，看了就来气。你还在这坐镇，打算让朕给你赐顿饭？哼！臣这就告退。说完，带着自己女儿退下了。白青青觉得她被绑到这里，肯定是会被责罚的，毕竟也是一朝国公爷的女儿，就把人给揍了，这一顿责罚是免不了的。哪怕上官慈权力再大，那也是臣子。可现在看来，他觉得上官慈跟皇上的关系似乎不一般呢。爱卿媳妇儿，皇上差点就嘴瓢了，又赶紧改口，笑嘻嘻地看着白青青。来，让朕瞧瞧。臣妇见过皇上。起来。荣爷他脾气不好，为人清冷了些，你别见怪，多体谅体谅。他这话俨然就是一副老父亲说教的模样。白青青有些愣了。大人，极好的。他淡淡一笑，看了一眼上官慈。那就好。皇上说完摆了摆手。好了，去吧，都回吧，朕也乏了。眉宇间露出疲倦的神色。是，臣告退。出了宫门，上官慈走到二人中间，把他们给隔开了，开始训斥白青青。我离开才不过半日，你就给我捅娄子？那安国公是个什么善人？你去打他的女儿，小心日后他给你送葬。大人教训的是。白青青没有反驳，他绕过上官慈，来到姚素瑜的身旁，问他：表哥，今日我与你商议之事，你且回去想想，若是觉得行，就派人来通知我一声，我好做着准备。他今天跟姚素瑜商量了一下，打算合伙做生意的事儿。要是他遇到合适的地，就先买下来，等日后再去开发。好，回去我与父母商议一番，若是可行，明日我派人来联系你。上官大人，妹妹生性顽劣，还请大人多多担待些。哼，你也知道她顽劣，一个大男人竟然被个女人占了便宜，还让自己的妹妹去讨公道，还不如去庙里剃度算了。他嘴上骂着姚素瑜，却忘了他自己也是被白青青轻薄过的。待要分别之时，姚素瑜对上官慈说，要白青青跟他一起坐马车，因为上官慈骑马，白青青又不会，所以白青青跟他一起走方便些。不必。上官慈拒绝了姚素瑜，一把将白青青捞过来放在马上，还没等白青青说什么，便策马而去。白青青今日本就没吃什么，胃里边空荡荡的，再加上昨日没睡好，身体还有些不舒服，再被上官慈这么一颠簸，还没到府上就吐得稀里哗啦的，全吐到上官慈的爱马上，一路直流淌。上官慈强忍着怒意，到了门口便将他丢在地上，嫌恶的让人把马领走去洗刷。白青青被这么摔了一下，直接就躺在地上，她实在是连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，胃里又很不舒服，再加上睡眠不足，她觉得自己脑子都快要炸开了。起来！被上官慈这么一吼，白青青虚弱的看了他一眼，也并未动地方，只断断续续的说道：你不用管我，只管进去。他是真的不舒服，看着白青青像只虫一样在地上蠕动，上官慈就想上去一脚给他踢飞。都不要管他，让他在这里给本座趴着，死了再来通禀。他怒气冲冲，一甩手就进了门。上官慈进去后，门房瞬间就把门给关上了，留白青青一个人躺在地上被烈日毒晒。他看了看悬在头顶的烈日，舔了舔干裂的嘴唇，也不知过了多久，他闭上眼昏过去了。与此同时，白青青父母前来看望白青青，正好一下马车就见到地上躺着个人。待他到白青青身边，看到脸色惨白的女儿时，一颗心都要疼死了。乖女，姚氏哭喊着白青青的名字，将她抱进怀里。夫人。白振觉下车赶来，看到娇妻双眸含泪，蹙起了眉头，再看到宝贝女儿已经昏迷过去，便紧紧握住双拳。这上官慈欺人太甚。夫君，我们回将军府，先带妻儿回去。姚氏哭着一把将白青青抱了起来，夫妻二人解了马车，带着白青青策马离去。上官慈小睡了一会儿，外面有人来报，说是白青青被父母带走了，却被紫园给拦了下来，说是上官慈说了，除非白青青死了，不然都别来打扰他。下人没有办法，也就走了。紫园冷笑起来，他还记得白青青害他的那顿打呢，被带走了更好，省得他看了窝心。待上官慈醒来，发现白青青依然未出现，他起身出门，看到屋外已经亮起灯，这才察觉天色已晚。长宁，他有些悔意了。二姑娘呢？还没进来吗？可送去了医馆。爷，
二姑娘被白家二爷夫妇给带走了。什么？他冷眼看去，吓得张宁一个哆嗦。怎么回事？为何没有人来通禀？爷，不是您说的吗？除非死了，不然不要过来禀报。张宁话音刚落，上官慈一腿就扫了过来，吓得他赶紧跳开。上官慈从牙缝里挤出来几句话：“你是个死的吗？现在人话都听不懂了。”二姑娘昏了过去，正好赶上白二爷夫妇过来探望，就把人直接带走了，八成是去了将军府。去，把人给我带回来。他都想换个属下了，换个脑袋聪明点的。带。属下方才去将军府，白二爷房间里被围得水泄不通，人估计还没醒呢，怎么带？更何况姚将军那几位爷，我要是去了，还不直接给我当场打死呀？毕竟是他们爷害的人家外孙女儿。去偷，偷不回来你也不用回了，滚！上官慈心烦，回了书房。张宁看着上官慈的背影，无力的哀嚎了一声。让他去偷人，还是去将军府偷人家的宝贝疙瘩？那跟要他去送命有什么区别啊？而将军府这边，上到白青青的外祖父、外祖母，下到他3岁的小外甥，都围在白二爷这边，等着白青青醒来，一个个围得水泄不通的，把里面的大夫给吓得直冒汗。待大夫跟他们说了白青青无大碍之后，男眷都去了议事厅，女眷则煲汤的煲汤，做饭的做饭，留下白二爷夫妻俩在这里看着。我的乖女，怎就成了这个模样啊？姚氏握着白青青的手哭了出来。他女儿从小便可爱伶俐，因一些原因，她不便留在白家。看在同为白家血脉，他才让白青青留下的。原以为他们会善待她，可谁知竟瘦成这副模样。姚氏不知道，在没去上官府之前，他瘦得跟狗一样。白振觉坐在一旁看着妻女，最后说道：“是为夫的错。”夫君，不是你的错。姚氏能理解他的苦楚，便劝着他：“我也不想逼迫你，可他们竟然趁着你我夫妻二人不在，将青儿嫁给了那样一个人，一个有着根却没有用的男人。”娘子放心，为夫懂得。他不会再心慈手软了。二爷、小姐，老爷叫您二位过去一趟。知道了。姚氏回了一声，对一旁的嬷嬷说道：“嬷嬷，劳烦你看顾青儿。”小姐说的哪里话？您跟姑爷尽管去，老奴在这儿看着小姐。好，走吧。老嬷嬷一心都在白青青的身上，根本没有注意到身后来人，只觉得脖梗一痛，两眼乌黑，躺在地上了。还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。张宁蒙着面上前将白青青用被子一卷，卷成个卷儿，扛着人就跑。待姚氏夫妇回来的时候，只见到地上躺着的嬷嬷。白振觉跑到床边，看到床上空荡荡的，心里大叫一声不好。直到季阳过来说月华病重，上官慈过去看了，他才一脸茫然。人走了，那他把白青青偷回来的意义在哪里？而且人好像还有些发烧。那这个怎么办？张宁指了指白青青：“我是把人偷回来了，但是好像有点发烧，要不要叫个大夫？你别把人烧傻了。”季阳看了一眼，还记恨着白青青之前嘲讽他呢，冷笑一声说道：“叫什么大夫？谁没发过烧，又死不了？哎，走了，在这干嘛呢？别人见了还会说闲话的。”说完，扯着张宁的袖子就走了。昏迷中的白青青不知是否做了噩梦，眉头紧锁，开始冒起冷汗。姚晃得知自己外孙女在家里失踪，大发雷霆，将几个儿孙劈头盖脸的一顿骂，说是这么多男人看不住一个小女娃娃。几个大男人被骂得不敢抬头。你们说，会是谁干的？上官慈。几个儿子异口同声的说完，姚晃便站了起来。你们几个，挨个去上官慈那边探探，别打草惊蛇。他上官慈能悄无声息的过来偷人，他们就不能悄无声息的把人偷回来？是，父亲。几人退下之后，约着商量了一番，最后老大老二去上官府敲门大骂，老三老四老五从后院摸了进去，直奔上官慈的主院搜查。他们一进去就被上官慈的暗卫发现。听闻这个消息的张宁正在吃饭，赶紧把筷子丢下就过去了。到了主院，就见上官慈房门大开，子元被姚家四爷丢在地上，用软鞭抽打，打得皮开肉绽，惨叫连连。四爷，手下留情！张宁轻身过去，拉住姚家老四的软鞭，笑着说道：“四爷这是在做甚呢？这是咱们上官府，下人若是有什么招待不周的，这边给您赔个不是。”他低头看了一眼，子元现在只剩下出气的份儿了。我家外甥女儿在姚家好好的，你们把人偷来了，却不留一人看顾，她现在都烧得说胡话了。你们呢？这个贱人却用枕头捂住我外甥女的口鼻。好啊，好一个上官府！姚四爷一甩手便进了屋。三哥，青儿如何了？青儿是上来了，可现在这情况也不好移动。我弟去请大夫来，等大夫来了再说吧。我在这守着，你回去通知父亲跟妹子，要他们过来看看。是。姚四爷答应着出了门，看到张宁时冷笑了出来。上官府的人都是好样的，一个个下贱胚子，还能骑到我们姚家的宝贝闺女头上。
姚四爷走后，张宁看了看自己血肉模糊的手，方才他接下那一鞭子的时候，手心就被打得皮开肉绽了。他又低头看着紫园，抬脚就把人给踢出去了。这若是姚家人没发现白青青给紫园害死，那他们上官府跟姚家的梁子算是结大了。他一路策马飞奔去叫上官慈，手上的鲜血也跟着流了一路。到了月华那儿，他直接闯了进去，却看到月华依偎在上官慈胸前，二人谈着心。回想到白青青，张宁有些不悦：“爷，大胆！你是何人？竟敢擅闯！”上官慈回头见张宁的手被鲜血染红，便问他：“怎么回事？”“爷，先回吧，姚家上门了。二姑娘，若是二姑娘救不回来，恐怕府里要被牵连了。”这里有外人，他也不好说什么，只能这样提醒一下上官慈。救不回来？他不就是不太舒服，怎会这般严重？是不是那位姑娘想您成功了，特意要张护卫来给您说一声？也是，您来月华这够久了。一双美眸含情看着上官慈。大人，您日后若是有时间了，就来看看月华。他将白青青说的就像是在装病，等着上官慈回去看望一般，却忘了他自己也是在装病的。上官慈双眸微垂，谁也看不出来他在想些什么。最后还是张宁再次提醒他：“爷，姚家上门了。”他淡淡的应了一声，对月华笑道：“你想好好休息着。”大人有心了。爷，姚家人上门了。张宁再次大声提醒着。月华不满，皱眉看了一眼张宁。张护卫与那位姑娘的交情真好，月华都羡慕了呢。听了这话，上官慈不禁回想到之前白青青总是提起张宁。他看了一眼张宁，冷哼道：“姚家人上门又如何？他们能奈本尊何？”紫园去了大人房间里，险些将二姑娘给捂死，二姑娘就剩下一口气了。他话没说完，只见上官慈的身影从眼前掠过，眨眼的瞬间就消失了。待上官慈走远了，张宁才直起腰打量了一番月华，笑着说道：“爷常说月华姑娘聪慧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是够聪慧的。”张宁冰冷的眼神让月华一颤。张护卫说笑了。是呀，白二姑娘再不济，也是跟我家爷换了庚帖的。月华姑娘若是想进咱们上官府，可就只能从侧门进去了。哼！张宁冷哼一声就离开了。待张宁走远，月华将桌子上的一应茶具全都打翻在地，他怒吼了一声：“贱人！”上官慈回到府里，在门口缓了缓，待自己呼吸均匀了才进去。一进门就瞅见自己院里灯火通明的，一旁的槐树上吊着一个人，身上的衣裳都已经破了，鲜血滴滴答答的顺着他的脚往下流淌着，垂着脑袋也不晓得是谁。姚将军携手家眷来我府上，是打算吃个饭吗？他这院子说大不大，却也不小，可此时却被姚家的人占得满满当当的。上官慈！姚氏见他进来，抽剑向他刺了过去。白振觉喊了一声夫人，就要过去拦着，结果被姚晃给挡住了。姚晃说道：“拦他作甚？刺死了才好。”竟然将他外孙女折磨成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，死了也活该。3招过后，姚氏的娘喊了他停手，拄着龙头拐杖上前，目视着上官慈：“上官大人，我外孙女无才无德，配不上大人，还望大人赏她一纸和离书，从此天涯路长，人各两宽。你写吧。”姚晃的妻子于是将拐杖往地上一杵，目视着上官慈：“和离，和离。”这么几天相处下来，他似乎也习惯了这个在身边像家雀一样叽叽喳喳的。若是这样一个吵闹的小东西不见了，那这府里便会像曾经那般死寂了吧？和离？不可能。上官慈嘴角勾起了一丝轻蔑的笑。进了本座的嫡府，那就是本座的人。和离不可能，休书倒是有。上官慈！贱人！姚家众人听了这话，纷纷被点燃了怒火。这和离书和休书差别可大了。若是和离，白青青日后也好再嫁，二人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；若是被休，那白青青头上就永远都摘不掉一个弃妇的名声，可是要害她一辈子的。上官慈，你不要太过分。你若不肯和离，我们便告到皇上那里去，就不信这世上没人治得了你。姚家老大握紧了腰间的佩剑，怒视着上官慈：“嫁入本座府邸，便是本座的人，他的生死与你姚家何干？白尚书都没有来问罪，姚家这阵仗可是够大。”他扫了一眼其他人，笑了起来。确实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更何况他们还是外祖家。双方正吵着，白青青在丫鬟的搀扶下出来了。她脸色苍白，每走一步都要喘口气。往日里活泼好动的小姑娘，成了如今这副模样。上官慈见了，心里边也是堵得慌。他们也不过才半日不见而已。外祖父、外祖母、各位舅舅、舅母、表哥们，青青让你们担心了。她愧疚地笑了笑。青青自个儿身子骨不争气，有些热伤风，跟大人无关的。青儿！姚氏过来，将白青青揽在怀里，失声痛哭起来。我可怜的女儿！
白青青身躯一震，随后也跟着哭了起来。娘，是了，姚氏的怀抱犹如她母亲那般温暖。想起到这里这么多天，虽然上官慈不曾亏待她，可还是会觉得心里委屈。我的乖孙女儿。于是以及其他几位舅娘一起过来，眼眶含泪的望着她。白青青哭了一会儿，忽然扑哧一声笑了。几位舅母这般，青青都觉得不好意思了。瞧你，从前都没见你说不好意思，现在倒不好意思起来了。姚家大房娘子也被逗笑了。就是啊，到底是长大了。就是，她几个舅母一同笑了。白青青深吸了一口气，觉得整个身体变得格外沉重。她转头看向上官慈，然后对姚氏说道：“娘，我不和离。”经历了这一次，她也算是看清了上官慈。和离？不可能。他走了，让上官慈带别的女人进门啊？做梦！他是不会让上官慈顺心的，这个狗男人。娘，我不和离。经历了这一次，他也算是看清了上官慈。和离？不可能。他走了，让上官慈带别的女人进门啊？做梦！他是不会让上官慈顺心的，这个狗男人。青儿，这样的日子如何过得下去？就是呀，青青，你可别糊涂啊！祖父现在就进宫，请皇上下旨，让你们和离。姚晃以为是自己的孙女不敢，特意说了出来。白青青赶紧叫住他：“白祖父，我白青青绝不和离，除非我死了，都会占着这上官家主母的位置，还休想再纳了谁进来。”说完，眼泪不争气的流了出来。他朝上官慈颤巍巍的走过去，停在他面前苦笑了一声：“我从未想过害你，从未。我与你天不喜，地不怨，我却从未想过害你。我只想在你这儿有吃有喝，能过完这辈子。我也曾对你说过，你若是喜欢那个姑娘，你我和离，你娶了便是，是你自己不同意的。可你如今的所作所为，上官慈，你有没有良心啊？”他这一哭，让在场的姚家人看得心酸。白青青说完，整个身子往前倾了过去。姚氏见了，想把人接过去，却被上官慈抢先。上官慈接住白青青的一瞬间，觉得自己像是抱住了一个火炉子。他低头看着怀里的人，哪里还有往日那般喊他大人那般活泼？如今他就像是抱了一个临死的人一般。他从未想过，那个活泼的姑娘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上官府的主母，只会是你。他这一席话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。姚家的人看着上官慈，像是见了鬼一般。那个冷血无情的男人会说出这样一番话？白青青虚弱的在上官慈怀里说道：“大人，和离，我是不会和离的。你若是要给我一封休书，我就将你的月华姑娘弄死。我就是要占着茅坑不拉屎，也绝对不会把茅坑给别人。”上官慈挑着眉头看着他也不说话。一旁的姚家人表情凝重起来，他们都清楚上官慈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如今他家乖女这般埋汰他，恐怕他下一刻就会掐断他家乖女的脖子。姚家的男人们暗自将手放在佩剑上。谁料上官慈无奈的笑了，将他抱了起来。不是谁都喜欢茅坑的，二姑娘若是喜欢，站着便是。他抬头看向挡在他身前的一行人。姚大人，内子体虚，您还是让让，本座带他去休息。看着上官慈被骂成茅坑都不生气，姚家人开始慌了。姚晃手一挥，姚家的人让出了一条路来。上官慈抱着白青青向自己房中走去，身后姚家人紧跟着，让他不由冒出一丝冷汗来。这也叫没人疼没人爱？怎么回事？属下不知，纪伟爷将紫园打得没几口气时，属下才进来的，便去通知你了。要他怎么说呀？实话实说，是他不让人管白青青的。上官慈，你们府里的下人可是好生的威风，一个贱婢竟敢欺辱到我女儿头上，是当她娘家没人吗？上官慈望着姚氏，伸手一挥：“张宁，把紫园拖过来。”是。张宁过去把紫园解了下来，拖到上官慈面前。去厨房拿辣椒水，泼醒。上官慈慢悠悠地说了这么一句，让在场的人一个机灵。等张宁转身之后，上官慈又说道：“再加点盐。”张宁一哆嗦，紧着说是，然后就出去了。原本怒气冲冲的姚氏听了这话，也不由抿唇。他清楚上官慈是在给他们一个交代。好歹是从小就跟着你的丫头，你可真狠的小心啊！白青青眼皮都在打架了，却还是努力让自己清醒。他似乎想到了自己以后的下场，这个男人心太狠了。你是主，他是仆，以下犯上他应得的。你们该晓得什么是尊卑。待张宁回来，上官慈让他把紫园拖到院子里，别吵到别人，端着盆泼在他身上，瞬间疼得紫园嚎叫起来。原来张宁还让婆子把辣椒用油给炒了，再加的盐，瞬间呲啦一声，那辛辣的味道还伴随着一股肉味儿。紫园凄厉的惨叫响彻整个上官府，没一会儿人就咽气了，是活生生给疼死的。
白青青哪里见过这个场面啊？本就微白的脸色，如今变成了惨白。见自己女儿面色异样，姚氏上前，却被上官慈给拦住了。今日已晚，还是二姑娘好好休息吧。你让开，我带我女儿回府。回府？白夫人想带二姑娘回哪个府？白府吗？白夫人觉得，白府若是真心喜欢二小姐，那她还会在这吗？上官慈一席话戳中了姚氏的心，看着自己可怜的女儿，她被自己夫婿给拉了回去。白振觉看着上官慈说道：“我家女儿也是这一方贵女，你若不愿，大可休妻。我白振觉自己的女儿，下辈子我养。”白振觉是书生出身，如今他敢为了自己的女儿跟上官慈正面叫板，也体现了他这个女儿在自己心中的重要性。白青青听着，泪水就流了出来，睡过去了。上官慈注意到他闭上眼睛，便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，轻声道：“白二爷，我若是不愿，二姑娘又怎么会活到现在？”他这话说出来，让姚家的人都清醒了一番。他上官慈是什么人？他要是不愿意的事儿，谁又能强迫他做？再加上之前的白青青那般辱骂他，若真是为了寻仇，他早就死了。姚晃不明白上官慈这番寓意何为，可他知道这上官慈虽然心狠手辣，可从来都是有一说一的。几位若是想留宿也无妨，张宁带几位贵客下去歇着。上官慈以为姚家人好脸面，听了这话便会离去，谁成想他高估了姚家人的脸面。姚晃直接答应了。他见上官慈带外孙女倒还是不错，想着这几天人他是接不回去了，可至少也要照顾着。答应完，他见上官慈脸都快绿了，于是他高高兴兴地带着姚家上下30余口人在上官府住下。这日，白青青正与姚素瑜坐在亭子里商量着铺子的事情。上官慈回来就看到他们兄妹俩低着头，在一起小声叨叨着什么。姚家的几个儿媳妇还在一旁给他们出主意，这气就不打一处来。感情这群人吃着自己的，住着自己的，还鼓动他们姚家的孩子来忽悠自己的小媳妇儿。姚公子，本座这花园风景如何？上官慈上前问着姚素瑜。姚素瑜四周看了看，说道：“极好。”是吗？上官慈过去站在白青青身边，问他：“人也好，是吗？”姚素瑜面色有些尴尬，白青青挪了挪，离上官慈远了些。表哥今日得空才来看我的，这几日都是玄霜跟望宁在帮我管着铺子，那铺子也该发挥作用去赚钱了。许多地方我还是不懂，所以才请教表哥的。哼，请教而已，需要离那般近吗？你二人是瞎了，看不清彼此？他这话说完，自己都愣了，随即懊恼地甩手离开。看着突然生气离开的上官慈，白青青大骂一声神经病，不打算搭理他。这上官大人对表妹倒是上心。他上心我？切，他眼里就像是被岩石蒙住了，除了他的月华姑娘谁都看不见的，还上心呢？他巴不得我死了。青儿啊，这女娃娃家家的，说话别这么糙了，有伤颜面。大舅娘，我还有什么颜面啊？他白青青可是出了名的草包，大婚之日又闹了那么一出，嫁了个宦官，还有什么颜面可言？听了他这话，几位舅母也不再说什么。白青青见他们有难过之意，便说道：“嗨，好啦，几位舅母就不要难过了。青儿给几位舅母做点小点心吧。早上玄霜刚送到卤好的猪耳朵，正好他去调个味儿。”啊，好呢。白青青带着姚素瑜进了大厨房，将卤好的猪耳朵切了一块，给姚素瑜尝了尝，味道如何？味道不错，但是不像是本地口味。姚素瑜疑惑地看了看他：“青儿，你是从哪儿学来的？”那不是瞎琢磨就出来了这个味道，我觉得还是不错，就想着试试。他当然没吃过了，这是白青青家祖传的卤料配方。这样啊，不过味道倒是不错，到时候我在店里也放一些，给你吆喝吆喝。谢谢表哥。白青青扑过去抱住姚素瑜晃了晃，姚素瑜宠溺地摸了摸他的头发。好了，别淘气。这一幕正好被赶来的上官慈瞧见，气得上官慈将手上的玉扳指都给捏成了粉末。哼，你们兄妹二人的感情还真是不错。上官慈冷哼一声，吓得白青青差点摔在地上，幸好姚素瑜及时扶住了他，望着上官慈黑掉的脸，说道：“我与表哥也算得上是青梅竹马，感情自然是好的。”说完转过身开始去调蘸料。上官慈过去站在他的身后盯着他，看得白青青有些发毛，他往旁边挪了挪，上官慈也跟着挪过去。姚素瑜见状无奈地笑了，退出去还把门给带上。白青青听到之后心里边有些发慌，他这个表哥怎么就走了呢？他悄咪咪地看了一眼上官慈，往后挪了挪，就怕上官慈一个不慎心给他一掌拍死。你躲什么？上官慈勾起唇角，没做错事，你脸红什么呀？白青青立马跳开，他望着上官慈，仿佛是见鬼了一样。他想，上官慈是吃错药了吧？还是没吃药？怎的就成了这副登徒浪子的模样？这可跟那个杀人不眨眼的男人差距太大了呀！大人这是说的什么话呢？我这几日从未出过门，哪里会做什么坏事？
自从上次自己把他比喻成茅坑之后，就一直不敢单独跟上官慈相处。他也不知道自己是哪里来的胆子，敢骂他是茅坑。在家里就不能做坏事了吗？他靠过去，发觉白青青愈发的圆润了，看上去很可爱。白青青感受着上官慈的视线，将嘴一抿：“大人，我错了。”他这副受气的模样让上官慈心情大好，便随口问他：“错在哪儿了？”“我不该把您比喻成粪坑。”白青青如实回答，却让上官慈被口水呛到，咳得脸都红了。他喘上气来之后，看着白青青恨不得上去给他拍出去。白青青抬头傻笑了一下，气得上官慈不想搭理他。怎么会有这么粗鄙的姑娘，还被他给娶了回来，真是造孽啊！白青青见他没有发作，又继续切着猪耳朵。近日来，他心情不大好，做什么都提不起兴趣，大致上也还是跟上官慈有关。他心里清楚，自己现在的行为就像个舔狗，可有时候就是忍不住啊，越想心越酸。他一边切，泪珠子就一边往下掉。怎么还哭上了？他也没说什么呀。没什么。白青青抬起袖子擦了擦，又继续切。他知道白青青的脾气愣，也不强求他多说什么，过去抬手替他抹了抹眼泪。哭什么？好吃好喝的养着你，瞧你现在圆润的，还在这里哭，别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本座虐待你了。难道不是吗？白青青哭着哭着，抬手抓住上官慈的袖子，滋了一下，擦了擦鼻涕，看得上官慈双眼逐渐放大。你在做什么？上官慈叫了出来，一把扯回袖子，将外袍脱下来丢进了灶台。听见上官慈的怒吼，白青青又吸了吸鼻子，往后退，无辜地说道：“忍不住了，不然就流出来了。”他一哭就爱流鼻涕，为了不流出来丢人，他宁愿得罪上官慈。看着他无辜的模样，上官慈忍了。这是造了什么孽，遇到这个小东西？大人，白青青想着自己的铺子马上就要正式营业，在那个地方日后还得需要上官慈照拂一二，也不宜跟他闹得太僵。他主动过去拉了拉上官慈的袖子：“大人生气了吗？”“生气？他还不能生气吗？”“没有。”马上就否定了。哦，白青青见他说没事，就当他是真没事儿，转身把切好的猪耳朵丢进盆里，再放上调好的酱汁搅拌。就在他要放辣椒的时候，上官慈提醒他：“本座不洗了。”“那你别吃。”白青青嘴上这么说，手上却诚实的单独分出来一份，没有放辣。姚家的人几乎都在边关待过，所以他没洗辣。上官慈看他气呼呼的模样，嘴角扬了扬。白青青做好之后，上官慈端了他的那一份，带着白青青回到主院，让下人将其他的送去姚家那边。白青青纵然不愿意，也只能被他拖着走。味道还不错。哦，白青青心里有些膈应，虽然他是有点痴迷上官慈的美貌，可他还是膈应上官慈那样对自己。还在生闷气啊？上官慈这几日观察下来，觉得白青青是在跟他置气，气自己对他不闻不问，差点害他丢了性命。白青青却自嘲起来：“哪敢啊！青青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不敢气。”“是吗？”他放下碗筷，想了想皇上那日跟他说过的话，叹了口气：“二姑娘，月华与本座曾有过救命之恩，诚然，本座与他也曾想过日后儿孙满堂，可本座现在并无那个本事与他儿孙满堂，本座亏欠他的。”上官慈低垂目光，想到自己这个没有用的身体，就觉得心里颤巍巍的。他自卑呀。听了上官慈这一席话，白青青思索了一番，他过去捧起上官慈的下巴，看着他的眼睛：“大人，若是曾经你我天各一方之时，哪怕你心系一条狗，青青都不会难过半分。可如今你是我的夫君啊，试问有哪个女人能受得了自己身边人心里全是他人？无心悦君，亦无法忍受。”他松开了手，后退了2步。“大人，你只记得亏欠那位月华姑娘，你可曾想过，我嫁与你，你却这般待我，最后难道不会亏欠于我吗？”上官慈抬眸看着白青青微微蹙起的柳叶眉，心里边有一丝丝触动。二姑娘，他给不了白青青什么承诺，至少在他身体还是这个模样的时候，他给不了。二姑娘，你还小，无需想那么多。你在这里吃喝用度，都不会少你的，且安心吧。白青青苦笑了一声，应了他：“大人说什么便是什么吧。只求若有那一日，大人若是想抬月华姑娘进来，便说一声，我给你们操办。”你胡说什么？他将白青青拉了过来，白青青顺势坐到他的腿上。二姑娘，你这个年纪，该是玩乐的时候，别把什么事都往自己的身上揽着。你与月华不一样，你背后有整个姚家撑腰，还有本座。月华她只有本座，这个道理，你可懂？懂？他懂什么？懂了，大人。上官慈知道白青青嘴上说的懂了，但实际上心里很不服气，但也没有戳破他。月华不会进门的，你就当她是个漂亮的摆件就行了。漂亮摆件？哼，我家的摆件
可是都不吃不喝的。他有些不服气，难道他就丑了？上官慈拿他没有办法，这个脾气嘛，倒是真的像个大家小姐了。伸手揉了揉他的头发，说道：“那就当他是个会说话、会吃饭的摆件。”白青青也懒得跟他分辨这些，反正他现在想的是赚钱，不管在哪个时代，钱都是最重要的。等他有钱了，找个理由就给上官慈休了。哼！想到这里，他便好奇地问上官慈：“大人，咱们国家有妻子给丈夫休书的先例吗？”他一脸认真的模样，让上官慈见了一愣，随即就黑了脸。没有。这是打算把他给休了，胆子可真够大的。哦，白青青嘟了嘟嘴，表示不满。啪的一声，上官慈抬手拍在他屁股上，喝了一句：“再想这些东西，本座就将你丢进护城河里喂鱼。”护城河里没有鱼。那就丢粪坑里。白青青惊讶地看向上官慈：“那我爬上来就进你被窝，臭死你！”说完，他自己扑哧一声先笑出来了。上官慈见他笑了，那眸子又像往日一样酷似繁星般明亮，他也跟着笑了起来。不知不觉，这个小东西已经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。可能是因为白青青的粗鄙、不拘小节，亦或是其他。你放心，本座若是将你丢进粪坑里，绝对会给你盖个盖子压着，不会让你爬出来。上官慈理了理白青青的头发，所以乖一点，别逼着本座把你丢进粪坑里。你丢便是了，传出去了，看人家笑话你还是笑话我。白青青叹了口气，侧头靠在他肩膀上。大人，您若是……算了。若是他只对自己一个人好，那该多好啊！二姑娘，你乖一些，本座不会亏待你的。大人也乖一些，青青也不会亏待大人的。他向来是你敬我一尺，我敬你一丈。瞧着白青青乖巧许多，上官慈心情大好。你那个铺子进展如何？不清楚呢，望您跟着的，应当是不错的。苏玉表哥也在帮忙盯着。过2日我也去瞅瞅。他说着说着，就注意到上官慈面部的变化，忍不住敲打他。我表哥可是我五舅舅家的独苗，你不要乱来啊！他就怕上官慈会下黑手。上官慈露出不悦的神色，没有应他。白青青见了，有些担心，又挤出一个笑脸，蹭了蹭他的脸，说道：“好不好嘛，大人？表哥也是为了咱们好啊！你看我赚了钱，不就是等于你赚钱了吗？我们可以共同富裕，进入小康生活。”什么是小康生活？大概就是那种能够吃饱穿暖、有闲钱的日子吧。大人知道。我之前在白府吃不饱穿不暖的，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吃饱饭，冬天不挨冻。说着说着，突然觉得心酸，他又哭上了。上官慈小时候也过过那种日子，他也清楚有多心酸，便伸手拍了拍白青青：“有本座在，不会让你挨冻受饿的。”他想了一下，管他心里是不是有月华呢？他的钱在自己手里不就行了？所以他得努力了。上官慈，你把……姚氏听闻自己女儿被上官慈带走，赶紧过来主院。踹门就进来，结果就看到自己女儿被上官慈抱在怀里，一愣，随即从旁边的树上掰了一根树枝，冲着上官慈就抽了过来。你这畜生！他看到了什么？他看到自己宝贝女儿被一个宦官亵渎。就在树枝快要抽到他身上的时候，他揽着白青青一个转身退到一旁，差点就抽到白青青脸，吓得白青青的小心脏加速跳动，就像要跳出来一般。混账！将我女儿放开！他清楚那些个阉人是如何对待自己的对食，他曾经听老嬷嬷说起过。他的女儿怎么能让奸人这般祸害？放！本座的人何来要本座放了这么一说？不知怎的，他开始反感别人要他放了白青青。在他看来，进了他的府就是他的东西，凭什么要放出去？娘！还没等姚氏说什么，白青青冲他扑了过去，红着脸说道：“娘，你这是做什么呀？”这就尴尬了，好不容易关系缓和一点，他跟上官慈都蹭钱了，他娘进来二话不说，先给上官慈抽一顿。不，这可是他的钱袋子，这可不行。你这孩子，莫不是傻了不成？他可是个宦官！娘，我既然嫁与大人，那便是他的人了呀。其实白青青对姚氏心里还是有些怨恨的，尽管说可能是常年征战，可他将白青青一个人留在白家，理应也会想到白青青会遭遇什么。可他从未派人来看过原主。青儿，姚氏一点也无法理解自己女儿为什么会跟这个宦官这样亲密，反而对自己这个亲娘疏远起来。娘。我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，您跟爹爹在哪儿？我被白家虐待的时候，您二位又在哪儿？您只顾着这个国家，这国家的臣民的安危，对您的女儿，你又了解多少？酸涩的滋味涌上心头，泪水湿润了他眼眶流了出来。他看着姚氏愧疚的脸，继续说道：“大人，他待我极好，虽然他不爱我，我不喜欢他。”他这么说，只是为了给自己一点面子吧。
姚氏听完女儿这番话，哽咽了。你若是不喜他，又怎会说这样一番话？他过去抚摸着女儿的头发，将苦水咽进肚子里。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，女儿这话说的都是事实。之前他在的时候，白家人便不喜，他觉得总会算得上是白家血脉，总该照拂一二。看来是他将白家人想得太好了。可他并非是你的良人啊，青儿，你可知他是个宦官，他连最起码的夫妻人伦都做不到啊！在姚氏心里，他想自己的女儿幸福，然而上官慈当真不是良配。可青儿与大人在一起很开心，娘，大人他是好的，至少他从未曾像别人那般欺我辱我。大婚当日有贼人来诬陷女儿，也是大人出面将其摆平。大人确实与常人不同，可青儿却也觉得欢喜，也不用他伺候，也不担心生孩子会死，多好啊！姚氏不知道该怎么劝自己女儿，至少她现在不知道。她觉得或许是女儿还小，等长大一些就会好了。白夫人，本座虽无法与二姑娘行闺房之乐，但也会让她此生无忧。他上官慈不是什么好人，却也不会让自己的人受到他人的伤害，至少他护得住白青青。上官慈，若是日后妻儿能遇到良缘，来望你高抬贵手，此妻儿一纸和离书，日后大人若想做什么，我姚家定然鼎力相助。他听过一些消息，说有个算命先生曾说上官慈有帝王之相，如今他也算得上是手握重权了，皇上待他也是极为信任，难免他不会动恻隐之心。谁成想上官慈对姚氏说道：我待他如何与白家无关，与你们姚家更是无关。他知道姚氏在暗示他什么，但是他不会走到那一步的。如今的他位高权重，也算得上是一人之下，为何还要去争那些东西呢？白青青一直都以为上官慈是个闷葫芦，谁知道今日竟然在母亲面前说了这样一番话。他现在有些明白，为什么有的女孩子会说，我只需要他一句话，就可以为他赴汤蹈火。姚大人，本座答应你，若是日后二姑娘想走了，本座绝不阻拦。上官慈一双凤眸，此时眼里露出少许的阴影。他清楚自己跟废人没有区别，若是小东西想走了，他绝对不会阻拦的。姚氏还没反应过来，白青青过去掐了他一把。哼，怎么我走了，是不是就没人拦着你娶那个姑娘了？上官慈，可把你美的！我告诉你，走是不可能，我不可能走的，我就要待在你的府里，吃你的，喝你的，睡你的，看你能拿我怎么样。他心里清楚，其实上官慈也是自卑的。胡说些什么？姚氏故作怒意地拍了他一下，上官慈也勾起了唇角。白青青暗自牵起上官慈的手晃了晃。大人，我娘呢也是因为担心我，你不会生她的气对吧？再怎么说，论这辈分，大人该唤她一声岳母了。白青青俏皮地冲上官慈眨了眨眼，却换来对方一个白眼。姚氏倒是冷眼瞧着上官慈，似乎有意要他给自己下个跪。岳母就算了，下跪倒是无妨。好了，你身子刚好，休息一会儿吧。明日不是说还要去看你的铺子？气氛有些尴尬，他可不想给姚氏下跪叫岳母。他一个锦衣卫大都督，又是东厂之首，就连皇上都没跪过几次，跪姚氏。上官慈这么一说，他还真的觉得累了。看了看姚氏，抱着他蹭了蹭。娘，你就放心吧，大人待我真的极好。除了他心里头有别人之外，你呀。姚氏伸手点了点他的脑袋。那你先歇着吧，明日我与你祖父还有几位舅舅舅母和表哥，我们就回了。他有些不舍地看着白青青。娘也不能经常过来，人家知道了会说闲话。你若是得了空，就多回姚家看看娘。至少这几年，娘不会再出征。呵呵。他舍不得这个女儿，在自己身边没有多久，回来的时候她都出嫁了。好，娘你放心，只要有时间，我就会回去的。好，你歇着，娘走。还没等白青青回他，姚氏便出了门，将门带上，呜呜地跑回了房间，在自己夫君怀里哭了一通。待姚氏走了，白青青开始吧嗒吧嗒地掉眼泪。上官慈怕她哭坏，也是安慰了两句，就把她抱到床上，让她躺着，自己也合衣跟着躺下。白青青靠在他怀里，委屈巴巴地说道：大人，日后我能去姚家看看我爹娘吗？上官慈忍不住发笑。你若是想去，带上玄霜，再带上几个下人，去就是了。本座府里没那么多规矩，你想做什么便去做，无需禀报于本座。他给白青青的权利也是仅此于他了。多谢大人。得了便宜，他自然得卖个乖。不一会儿便睡过去了。大概申时，皇宫派了太监来报，说是明儿宫里皇后娘娘举办了赏花大会，给上官慈与白青青递了帖子。白青青睡得香，上官慈就没有告诉他，一直到他半夜醒了才跟他说的，吓得白青青差点从床上掉下来，他都急哭了。
你也有怕的时候。上官慈却忍不住笑了。那日你在皇上面前对安国公家的千金动手时，怎么不见你怕？不过是个赏花会，瞧给你吓的。那不一样，当时只有大人和皇上，青青又没有打输，不算丢人。可这赏花宴，大人也是清楚的，哪里是去赏花的，不就是看他们去显摆的吗？大人也知道，我除了吃是什么都不行的。他有些不好意思了，确实，他唐诗300首都背不全呢。你会吃就行了。上官慈拍了拍他的手，打趣道：“不是也给本座下了帖子，本座与你同去便是，你只管吃，吃饱了再回，还能省下一顿饭。”白青青翻了个白眼，哼了一声，便不再搭理他。帖子已经接了，不管你是什么包，明日都得去了，还是早些歇着吧。说完，他转过身就睡了。白青青气得咬牙切齿，想着明天还想去跟苏雨表哥商量一下怎么赚钱，这下可好，泡汤了不说，还得丢人，真是越想越气。于是白青青在梦中又踢又踹，搞得上官慈半夜没睡。第二天起来的时候，眼下一片无情。待了一会儿，就见皇上跟上官慈一道过来。其他女子心里满是疑惑，这本是皇后娘娘举办的花会，未曾宴请男子，为何上官慈会来？而一向不喜欢喧闹的皇上也来了，莫非是要给皇上选妃子？可这也没到时候，难不成是为了几位皇子？本座在，你无需惧怕。这话一出，白青青瞬间就红了脸，她低着脑袋轻轻地嗯了一声。整个园子除了皇上跟他的贴身太监和上官慈之外，全都是女眷。白青青突然觉得，其实皇后根本就没有给上官慈请帖，毕竟是女子的宴会，这上官慈只是为了怕她不害怕，厚着脸皮跟来的。为了不显得她厚脸皮，于是她叫上了皇上。本是女儿家的宴会，结果皇上和上官慈往这里一坐，他们连大气都不敢出。皇后娘娘驾到！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岁！皇后怎的想起今日办了这赏花红啊？还特意去邀请了白青青。皇后刚坐过去，皇上便问了起来：“臣妾见这御花园的花漂亮，便想起了这些女娃娃，花儿一样的年纪，所以便下了帖子，请了几家贵女前来赏花。”皇后也没想到皇上会来，还带了上官慈。她不在乎白家，可姚家跟上官慈，她是在乎的。这就是上官大人新过门的小媳妇吧？皇后慈祥地看着正在偷吃的白青青，笑着问她。白青青一个不小心给噎到，猛地给自己灌了一杯水才缓过来。缓过来之后，立刻起身上前行礼。回皇后娘娘的话，正是臣妇。来，上前让本宫瞧瞧。皇后起身走向白青青，白青青低头上前，被皇后将手握了起来，牵着她走了回去落座。上官大人好福气，娶得青青这般好的女子。白青青不觉得心里嗤笑起来，她这样的好女子啊，一个名声全无的女子，配着上官慈这个身体缺陷的人，皇后还觉得是良配。这皇后到底是夸他们，还是在损他们啊？皇后娘娘说的是。上官慈微微笑着俯身，不是上官慈想出这个头，只是他知道白青青年幼，怕他一不小心说错了什么得罪人。上官慈模样长得好，若非他是个宦官，想必京中贵女都会贴上去。可即便是这样，他们也是偷偷的思慕着上官慈。皇上，您瞧瞧，都说咱们上官大人为人清冷，依我看呀，之前是因为没遇到那个能让他暖起来的人儿，一看有了媳妇了，就是不一样，都知道疼人了。上官大人这般勤快的回答本宫，莫不是怕本宫会欺负了青青去？皇后的话说完，难得看到上官慈脸上的不自在，她的那句话也一直回荡在上官慈的脑海。她从前清冷，是因为没有遇到对的人才那般吗？白青青微微扬起了唇角，她心里高兴，至少说明她在上官慈心里还是重要的人呢。看你说这个做什么？让人家年轻人多不自在呀！是臣妾糊涂了。诸位都是咱们京城里出了名的才女，如今来到这儿也别拘谨着了，倒是享点乐子。哎呀，那不是青青的堂姐白颜吗？怎得坐那么偏远的地方？随着皇后的声音，白青青望过去，看到一身白色锦裳的白颜。臣女拜见皇上、皇后娘娘。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娘娘千岁千岁千岁！起来吧。皇上一抬手让白颜起来，一个侧头就看见上官慈斜了他一眼，瞬间表情有些崩溃。他想，得又做错事儿了。谢过皇上娘娘。白颜浅浅一笑，目光却是看向上官慈。上官大人。看到白青青这个窝火呀，恨不得上前把他俩眼珠子给抠出来。上官慈冷哼一声，别过脸，正好就看到白青青面色沉重，捂着嘴巴，被人家瞥了一眼。上官慈觉得自己有点无辜，他也终于体会到，原来被冤枉是这个滋味。皇上看到上官慈挨了白眼，心情大好，忍不住大笑起来。
一旁的人都感到疑惑，而皇后却误以为皇上是看到白颜才这般高兴的，心里便有了个想法。来，过来，你妹妹在这儿，想必你姐妹二人也是许久不见了，不如趁此机会叙叙旧。臣女遵命。白颜羞涩一笑，迈着轻盈的步子走了过去。路过上官慈身边的时候，轻抬眉眼，羞涩地看了一眼上官慈。看到这一幕的白青青心里好像是万马奔腾，若不是人多，肯定上去给她一顿爱的教育。妹妹，多日不见，可安好？她看似眉清目善，暗地里却掐起了白青青的手。白青青吃痛，咧了一下嘴，随后笑了。今日一直病着呢。随后，她也用力地掐住白颜的手心。姐妹二人的小动作被皇后看在眼里，不觉得心中暗讽。行了，你姐妹二人若是想彼此了，多走动走动就是了。皇后拍了拍她二人的手，吓得二人赶紧松开对方，各退了一步。白青青假装笑了笑，白颜则更亲近皇后一些，向她靠过去，跟皇后说着家常。白青青看没自己什么事儿，便悄咪咪的打算回到上官慈身边。她觉得那个黄色的糕点不错，算是入口即化，很合她的口味。她回到上官慈身边坐下，冲上官慈撇了撇嘴，然后偷偷的靠过去。这哪里是赏花会啊，是皇后挑儿媳妇吧？你看看，都是这般年龄的女子。上官慈忍不住笑了，轻声说道：“这你都瞧出来了，本事见长。”也算是夸奖了他一番。白青青知道上官慈是在嘲笑他，哼了一声，便偷偷的掐了他一把。上官慈倒吸一口凉气，好气又好笑的看了他一眼，最后笑着摇了摇头，到底还是个孩子嘛。而这一幕被皇后的侄女孙玉茹看在眼中，底下她将自己绣着金线的帕子揉搓得满是皱纹。她心悦上官慈许久，之前也曾求过她姑母，她想要嫁给上官慈，可他们孙家是不会允许她嫁给一个宦官的。为此，她也哭闹了许久。谁知竟被这白青青给捡了便宜去，她不甘心。瞧那上官慈疼爱她的模样，她就忍不住妒忌。若是换了自己，那该多好！宦官又怎么了？自己喜欢不就行了？上官慈注意到了孙玉茹的目光，冷冷地扫了她一眼，却让孙玉茹开心万分。想必你们也无聊了，就在这里四处走走吧。皇后见上官慈跟白青青都来了，也就没有兴趣再招待这些人，随便找了个理由将他们都给打发了。白青青见众人都走了，偷偷往袖子里藏了几块点心，也准备走。上官慈见状，取了帕子将点心都包起来一并带走，看得白青青连连傻笑。上官慈宠溺一笑，被孙入愚都看在眼中。上官慈带白青青来到望雨亭赏莲花，可白青青呢，却一心都扑在点心上，三两下便将自己带的都吃没了，然后可怜巴巴的看向上官慈。大人，他悄咪咪的伸出小手，上官慈伸手拍了一下他的手心。一会儿再吃，吃太多了会积食。他这是肚子，吃那么多也不嫌撑得慌。可是我想吃嘛，这个很好吃的，大人不信的话，你给青青吃给你看。他蹭过去拉住他的袖子，好不好嘛？他是真的很想吃。看着他这馋猫的模样，上官慈无奈将帕子掏出来给了他一块。只许吃一块，不许多吃。你若是喜欢吃，事后我要人做了给你吃。就这样连哄带骗的，只给白青青吃了一块。等他吃完，上官慈习惯性的抬手将他嘴角处的渣渣给抹掉。等他抹完，整个人和白青青四目相对时，目光泛起一丝涟漪。从何时开始，他竟这般宠溺白青青了，让他自己都觉得意外。随后，上官慈抽回手，转身背对着白青青：“大人，那莲蓬会不会很香啊？我娘之前总是才给我吃的。”不许吃。上官慈青筋暴起，手也握成了拳头。然而白青青却故意装傻：“吃什么？大人在说什么呀？青青听不懂。”是吗？那便不懂吧。上官慈并不想搭理他了，话音刚落，就听到脚步声传来。上官慈，何家郡主。上官慈微微点头，白青青也跟着上官慈一起点头行礼。何家郡主，哼，白姑娘就是这般行礼的，还真是粗鄙。本郡主有事要与上官慈商量，你先退下吧。就像是在吩咐一个下人一般。见白青青不动，孙玉茹身旁的婢女便呵斥了一声：“大胆！郡主的吩咐，你敢不照做？不知郡主要与我家夫人商讨何等要事，还需要我避开？”说着，他宣誓主权一般跨上上官慈的手臂。孙玉茹见白青青的手搭在上官慈的手臂上，恨不得过去将他那只爪子给掰开。他死死地瞪着白青青，冷笑道：“哼，草包就是草包，我与上官慈商量何事，与你何干？识相的赶紧给本郡主滚！”青青，我们走。头都没回，拉着白青青就走了。出了望雨亭，路过孙入愚身边的时候，孙玉茹竟伸出手，猛地推了一把白青青。呼啦一声，白青青就被孙玉茹推到池塘里。姑娘！玄霜大喊了一声。上官慈没有想到孙玉茹会这般大胆，
在他眼皮子底下将白青青推进池子。回过神来，他瞬间跳进池塘，将白青青揽在怀里给捞了上来。青青，上官慈紧张地看着白青青，白青青一个没注意，被孙玉茹推进去了，呛了好几口水。她本来身子骨就弱，这一下脸色瞬间就苍白起来。见白青青似乎受到了惊吓，上官慈恨不得一掌将孙玉茹也拍进池塘里淹死算了。他脱下自己外袍，将白青青包裹起来，抱着她离去。全双瞪了一眼呆愣愣的孙玉茹，也追上前，看着离开的上官慈，孙玉茹委屈了。我不就是推了他一下，上官慈为什么那种眼神看着我？郡主啊，是那白青青不长眼没有躲开而已，郡主也是不小心崴了一下脚，才不小心将她给推进去的。就是的。孙玉茹想来自己就是这样，没站稳而已。被上官慈抱着离开的白青青露出一颗小脑袋，对他说道：大人，你把我放下吧，我可以自己走的。上官慈这么个身份，在宫里抱着一个女人走，被人瞧见之后肯定会成为谁家的笑柄。不必。然而上官慈依旧抱着他前行。你是本座的夫人，不管你与本座是否有夫妻之实，外人眼里你都是。如今赏花会上你满身是水的离开，你以为他们知晓了不会在背后给你穿小鞋？哼，他孙玉茹好大的胆子。皇上这边正跟皇后说着家常，就看到上官慈抱着一坨东西过来，还在往下滴水，便询问他。这是？上官慈笑了，犹如春风般和煦。何家郡主手滑了一下，将内子推进了池子里。内子近日身体一直不好，臣恐内子再感染风寒，先行告退。说完，他看着皇上冷哼了一声。见上官慈走了，他回头看着皇后，冷笑道：哼，你这个好侄女也该管管了。今年年宴之前，她就不用出去走动了，在家里好好学学规矩。若是学不会，朕让李斯给她派几个教养嬷嬷过去。走。皇上。皇后喊了一声，只见对方越走越远，愤恨地握紧了拳头。叫何家过来见本宫。是。回到上官府的白青青泡在热水里，想着今天发生的这件事，觉得有些烦。她一个穿越女，被人家推到池子里，真是丢人。上官慈在一旁看着白青青面上的表情，从难过到愤怒，再到咬牙切齿，便觉得新奇。一个小姑娘家居然会有这么多表情。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若是以后再遇到何家郡主该怎么办？实际上他想的是，不该就这样回来的，他应该也一个不小心给那何家郡主推水里边。要玄霜跟着你，若是见了，躲开便是。他不在，孙玉茹应当也不会刁难这小东西。哦，哎呀！白青青突然喊了出来：“大人，我那点心是不是都湿了？”他心心念念的点心呢？上官慈低着头，冷眼看了他一会儿，叹了口气出去了。等再回来的时候，白青青已经窝在被窝里。上官慈给了他一个小油纸包，只许吃一块。啊！他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，看着递过来的小纸包，白青青一笑：“哼，谢谢大人。”原来他也有这般疼人的时候啊！白青青接过油纸包，拆开一看，脸上表情就垮了，因为里面就只有一块。他便委屈巴巴地看着上官慈：“大人，吃还是不吃？”吃。他几乎是含泪吞下去的，就这一块，吃完就没了。看他这贪吃的模样，上官慈有些无奈。等回到府里，便听下人说上官慈回来就把自己关书房，脸色不大好。白青青去前院找到张宁，张宁支支吾吾半天，才跟他说是因为之前赏花会上官慈把白青青抱了回来，之后何家郡主就被关了禁闭，所以流言四起。在朝堂上，一些耿直的朝臣便纷纷上奏，参了上官慈一本，全都指责上官慈淫乱。白青青回到主院，这一路上都在想上官慈做了什么了，就成了淫乱。大人，他见上官慈趴在桌案上已经睡过去了，悄悄来到他身边，打量着他的睡眼，发现上官慈眉头紧皱，也不知是不是梦到什么不好的东西。他一低头就看到一封信被他压在手底下，他低头扫了一眼，没看懂。大人。上官慈蹙了蹙眉，缓缓睁开眼睛，看到白青青的时候，揉了揉自己有些发胀的额头。怎么来了？他记得刚刚好像在看密信来着，忽然他腾的一下坐正了，看着还在的密信，冷冷地问白青青：“谁让你进来的？”下人说大人回来之后心情不大好，我就来看看。日后莫要来书房。上官慈也没有发作起来，因为他想起来了，白青青她不识字儿，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上面写的是什么。大人，外人说的那些话，您不用往心里去，嘴长在他们身上，随他们去呗。白青青忍不住在心里对那些大臣谩骂着，然后凑过去柔声道：“您就当他们是个屁，放了就算了。”上官慈的表情有些难堪，最后说了一句：“粗鄙，粗鄙。”
那我都不认识，我能怎么办呢？我也很绝望啊。白青青沮丧地看着上官词，像是一只泄气的皮球。还好，知道自己几斤几两。想来白家也不会对他多上心，不识字也算得上是情理之中吧。想到这儿，他觉得有必要送白青青去归学认个字。改日我让人送你去归学，好歹自己的名字会写了。好，白青青没有拒绝，因为她也想认字，也方便以后嘛。不然她大字都不识一个，怎么赚钱啊？好了，出去吧。上官词将信放好，领着他出去了。二人到了院子里，白青青见他还是不大高兴的样子，索性给他说起了铺子的事儿。上官词说他觉得开心就好。突然下人过来禀报，说是月华那儿有些不舒服，想让上官词过去瞧一瞧。那婢女跪在地上，看上官词一直都没说话，便忍不住悄悄抬头看了看上官词的脸色。见对方依旧平静，婢女又说道：长公大人，我家姑娘最近身子弱，大人去看看。听完这话，白青青没说什么，转身就回房了。他知道只要上官词想去，他再怎么拦也是没用的，与其拦着，还不如想怎么赚钱呢。他拿了纸笔，开始将自己的想法写下来，之后又做了一些简单的预算，又开始在脑子里歪歪各种成果。歪歪到了一半，白青青心里就有些抑郁，听外面一直都没有动静，这心里就凉下去了，应该是走了吧。白青青忍不住苦笑，眼眶也跟着红了起来。他到底是有多傻呀？难道就因为上官词是他第一眼看到的人，还是因为上官词是他的夫君？再怎么样，他们也是名副其实，他有心，上官词无意，有什么用呢？在这个世界，他没有权也没有钱，活着都难。姚家对他很好，可他并不想给姚家带来不必要的麻烦，尤其是上官词爱记仇。正当他走神的时候，门突然被推开，上官词就站在门口望着他。发生什么呢？见他眼圈红红的，像是受了什么委屈。大人，白青青起身朝着上官词扑过去，紧紧地抱住上官词蹭了起来，心里忍不住的惬意。这是怎么了？白青青抬头欣喜地看着上官词。大人，你怎么不去啊？看到上官词出现在他面前，那心里就像抹了蜜一样。上官词一怔，随后说道：本座来与你说一声，月华她病了，本座去看看便回。他看到白青青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，心里边也有些不舒服，随后又哄着他：本座只是去看看，很快便回。上官词的话犹如一道雷从天而降，直击白青青。他松开手，踉跄的后退了几步，最后回过头，走到桌前，扶着桌子坐下，对上官词说道：你去吧，留不住的心，他留了人也没用啊。等本座回来。上官词也有些无奈，在他看来，白青青就是在耍小孩子脾气。哼，是大人的家，大人想去哪儿便去哪儿，何须问我呢？既然大人要出门，你我便一同出去吧。铺子里还有些事，我想和苏玉表哥商量一番。俨然一副他做初一，自己就能做15的架势。看着一袭紧伤的白青青红着眼眶说要出门，还是要去找姚苏瑜，上官词心里就开始犯膈应了。日后若有什么事，你要玄霜，你通传便是了，不要总是往外面跑。上官词扯了扯他的袖子，回屋里。说他往外跑，他自己还不是跟人家说一声，就想眼巴巴的过去看人家。我想表哥了不行吗？我表哥今日身体抱恙，我去看看不行吗？大人，您家又不是住海边，怎么管得那么宽啊？他一甩手将自己袖子扯了回来，一路小跑着出去。他怕上官词反应过来会挨打，好不容易到了府门口，忽然身体一轻就被人给提了起来。他扭头一看，上官词皮笑肉不笑的看着他，把二姑娘带回去，没有本座的允许，谁也不许放她出来。是。张宁应了一声，将白青青架起来，目送着上官词离开了。你放开我！白青青气得狠狠地踩了一脚张宁，疼得张宁龇牙咧嘴，却也没敢放手，直接把白青青给拖回去，丢进房里锁了起来。气得白青青将桌上的茶具全都扫到地上，破口大骂：上官词，你这个王八蛋，自己朝三暮四，还不让别人出门，你这个狗男人啊！我讨厌你！张宁在外面听着也不吱声，最后听得烦了便走了。白青青气呼呼地坐了一会儿，搬着凳子去窗户边上，想了想，又回去磨墨，在纸上画了一只王八，他还配了一个竖着中指的小手。满意的看了看自己的杰作，拍拍手，随后到窗户前翻出去了，又悄咪咪地搬来竹梯，翻墙跑了。上官词又去见那个女人了，腿是人家的，你能绑着不成？话是这么说没错，可我不开心嘛。姚苏瑜递给他一杯清茶，无奈地笑着：你不开心又能如何？也是。白青青叹了口气，伸手去接过茶杯，突然看到一个绿油油的东西从姚苏瑜的袖子里钻了出来。这是什么呀？青青别怕，他不会伤你的。姚苏瑜见白青青害怕，用袖子将那条竹叶青小蛇给挡了起来。
它是秦楚商送我的宠物，通灵性，不会咬你的。你不记得了？之前你还特别喜欢跟它一起玩的。对于表妹的异常，姚素雨感到奇怪。啊！白青青被吓得脸都有些扭曲了，可为了不露馅儿，还是哈哈干笑了几声。啊，是吗？这不是许久没见，多少有点生疏了吗？突然，那条蛇向着白青青一窜，直直落到白青青的肩膀上，吓得她又蹦又叫的到处跳，看得姚素雨都有些头晕了。表哥，那走吗？姚素雨无奈，只好将小蛇收回袖子里，问他：“你是怎么了？之前不是很喜欢小桃红的吗？”小什么？白青青怀疑自己耳朵出问题了。小桃红，她一条翠绿的蛇叫小桃红啊！不过是你取的名字，说她眼睛红的好看，像桃花一样。白青青尴尬的笑了笑。哎，她最近啊可是很想你的，之前见你的时候也不方便要她出来，这下你自己来了，估计会黏着你了。白青青那脸都快成猪肝色了。这就不用了吧？要不你给他找条公蛇，省得他空虚。啊？小桃红不就是条公蛇？表妹今日好奇怪啊。白青青看着姚素瑜，尴尬的笑了笑，坐回到一旁。她挑眉看着姚素瑜的衣袖，叹了口气。你方才不是说上官大人说一会儿便回？你来这里有些时候了，不回吗？回什么回啊？他要我回我就回吗？他要是让我死，我岂不是得去死上一死？过了一会儿，白青青突然问姚素瑜：“表哥，这附近有没有清官啊？”看着自己表妹跃跃欲试的样子，姚素瑜感觉身后凉了起来。我觉得呀，这样不好。你一个姑娘家要是传出去，像什么话？表哥这意思啊，那就是有了。好了，青青今日已掏耳朵时，就先走了。表哥再见。他还没有等姚素瑜制止他，就已经跑出去了，一路上笑出了猪叫来。这位姑娘可是想找个何样的有缘人作陪呀？他看白青青的模样和她的胃口，便有了兴趣。即使白青青总是意淫上官词，可她毕竟还是个黄花大闺女，头一次来这种地方，有点不好意思。我不清楚。他耿直的说了出来，随后又说道：“像你们这儿好看的男子，都叫出来吧。”装作一副老娘很熟的模样。男子嘴角微微一勾，引着白青青进了一间雅间，让人送来好些点心。姑娘请。这儿啊，什么样的有缘人都有，就看姑娘需要什么样的有缘人了。看姑娘这模样，想必是有什么心事吧？他见白青青从进来到现在，眉宇间总是有一股忧愁之色。公子慧眼，不如公子若是不嫌弃，就公子吧。姑娘若是觉得好，那小人便留下。说着，他邀请白青青一起落座，叫人将端上来的桃花酿换成了一种甜甜的果汁。白青青尝了尝，也没尝出来是什么味道，就只是觉得好喝，便多尝了几口。你说，你们男人是不是都觉得自己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？因为得不到，所以心中才会有这种渴望。当一样东西得到的太容易了，便就没了兴致，因为挥手即来，没有任何挑战性。也不知道小人说的是否合姑娘心意。白青青一想，可不就是这个道理吗？公子说的是真理，是我糊涂了。白青青感叹着，又接连喝了好几口。那小官见他心情不好，便开始向他推荐玩游戏，一连3局，白青青都是输。小官已经够放水了，可白青青还是赢不了，这就让小官心里很难过了。最后，白青青放弃了玩游戏，继续吃东西。二人有的没的在聊些什么，突然外面传来骚乱的声音。小官安抚了白青青几句，看样子也是对这种骚乱见惯不怪了。白青青也没说什么，直到他的门被别人踹开，他抬头见到上官慈，只嘿嘿一笑：“大人，你回来啦。”上官慈回府之后便去找白青青，谁知道他没见着人，倒是看到白青青的画作。他当即派人出去找，最后有人来报说是看白青青进了寻芳。上官慈当时便冷笑了起来，明白了这白青青作画的寓意，他这是想让自己当王八。白青青，是你自己过来，还是本座过去提你过来？上官慈咬牙切齿地说了这么一句，连二姑娘都不想叫了。白青青倒是不在意，对他说道：“大人为何这般生气啊？也忒小气了些。哼，你出去看别的姑娘，青青都没有说过什么，青青不过是来这里找个人聊天，大人便怒气冲冲地过来。”闭嘴！上官慈大喝一声，上前来捉他，将挡在身前的小棍一脚踢开。滚！小棍被踢到一边，白青青想过去扶他，结果被上官慈一把抓住手，带向上官慈怀里。上官慈将他牢牢地困在怀中，抓住他的双手说道：“小东西，是本座太纵容你了，出来找男人。大人能出去找女人，青青为何不能找男人？总归你我又不是真的夫妻，不过就是面子工程，何必呢？”二姑娘可知自己现在像什么样子？上官慈在他耳边压低了声音说道：“犹如市井中的那些泼妇一般，让人嫌恶。”嫌恶？
那大人是贤还是恶？哼！白青青冷笑，大人心里竟是这般想我的，青青心里也是这般想大人的。说着，他低头冲上官慈白皙的手上狠狠咬下去，直到嘴角出了一股血腥味才肯松口。他呆愣愣地回头看着上官慈，只见对方面无表情，冷冷地看着他。闹够了吗？他手上印着一圈牙印，除了这个以外，还有丝丝的血迹。白青青舔了舔唇，低着头说道：“我没有呢。”回家吧。上官慈将他提起来带了出去，对身后的人说道：“处理干净。”一听这话，白青青一颤，问：“处理干净的意思是杀掉这个男人吗？”他回头看到跪在地上瑟瑟发抖的男人，口中喊着饶命，于心不忍。来这里的是我，找他的也是我，大人若是只处置他一个人，不公平。哼，你以为你的处境会比他好吗？上官慈的表情逐渐变得狰狞起来。本座曾与你说过，若你安分，本座便好吃好喝的养着你；若是你做了什么对不起本座的事，那本座定然将你挫骨扬灰。听他说着这些，白青青有点害怕，她扯了扯唇角：“我并未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，只是找了个人聊聊而已。大人，你不也是去了那个月华姑娘的？”住口！这个下贱的东西有什么资格跟月华比？你又有什么资格跟本座比？他将白青青往地上一丢，掏出帕子嫌弃地擦了擦手，便吩咐属下把白青青押回去。到了上官府，白青青被丢进了柴房。上官慈吩咐下人要看好她，不许给饭吃，也不许给水喝。什么时候她认错了，便什么时候让她出来。头上的恶臭提醒着白青青，她今日得罪上官慈了。若是往日，上官慈绝对不会让她这般狼狈。白青青坐在草垛上，抱着双腿，她看着这个堆满杂物的小房间，有些害怕。从小，她就非常害怕这种狭小、东西又密集的地方。不知不觉，她头上的液体已经干涸，可还是没有人来放她出去。她觉得喉咙有些干痛，便起身在柴房里转悠了一圈，也没发现一滴水。走到门口，开始拍着门喊着：“来人，来人啊！”她喊了半天，外面一点动静都没有。越喊喉咙越渴，索性她也不喊了，重新坐回草垛上，呆愣愣地看着门，期待下一秒会有人推门而入。她看着外面一点点黑起来，在这里又没找到一点火星，便有些害怕。她爬起来，再次到门口拍打着木门，但还是没有人回答。到了晚上，她已然觉得有些饿了，肚子也开始咕噜噜直叫。她想，若是上官慈现在来，让她认个错，她肯定认。可是她等了也不知道多久，等的都睡过去了。等她再次睁开眼，外面天都已经亮了，也没有见有人来过的痕迹。此时的白青青又渴又饿，嘴唇也已经干裂开了。头上的东西经过一晚上的发酵，臭味更加浓郁，自己闻着都快要吐了。胃里的胃酸过多，让她忍不住开始呕吐起来。刚吐了没几下，就被开门进来的嬷嬷给撞见。那嬷嬷露出惊恐的神色，尖叫着跑开。白青青看着敞开的门，从地上爬起来，踉跄地跑出去。外面有一口存水的大缸，她将竹盖子丢到一边，拿起一旁的瓢，大口大口地喝着。喝了没几口，上官慈带着一群奴才过来，还有刚刚的那个婆子。那婆子指着白青青说道：“大人，方才奴婢亲眼见着姑娘在哭个不停，那模样就像是有了身孕一般呀！”他现在实在是没有什么力气去反驳他们。他靠着水缸，慢慢地滑到地上坐着，一脸平静地看着上官慈。他这话你信？他要是敢说信，那自己一定上去啪啪2巴掌给他，让他清醒清醒。杖毙！上官慈盯着白青青，声音犹如冬日里的寒风般凛冽。那婆子笑了，对白青青说道：“二姑娘，咱家老爷待您多好，您想要什么，老爷都给您拿来。可您怎能做出这等事来背叛老爷呢？”他不再继续说下去了，因为几个家奴来到了他面前，将他给架了起来。老爷，您这是做什么？拖下去。老爷，是白姑娘不检点，是白姑娘谁姓呀？他那个花字还没说出口，就已经被敲晕过去给拖走了。看着被拖走的婆子，白青青忍不住冷笑：“大人，这样的话您不会信的吧？”可谁知上官慈突然一个箭步上来，掐住白青青的脖子，双眼泛红地看着他。本座为何不信？你是个什么德行？你自己不清楚吗？啊！你与姚素瑜青梅竹马，禁忌时又频繁地上他那儿去，想必也是跟他商讨对策的吧？是商讨怎么来忽悠本座是吧？他这话吼出来，震得白青青耳朵嗡嗡作响。白青青被掐得透不过气，脸颊通红。他伸手掰着上官慈的手，发出细微的声音：“我没有。那你为何吐？”上官慈听到婆子说这话的时候，差点一个没站稳，跌倒在地上。他想起白青青给他画的那个王八，算是给了他警示。他对白青青也算是宠着了。这世间那么多女子，也只有她一人受着自己这般宠溺。可她呢，却跟别人有了私情，还怀了孩子。白青青只觉得自己现在进去的气多，呼出的气少，就连她视线也变得模糊起来。
扒着上官慈的双手开始下滑到地上。上官慈见他快没气了，手一甩，将他丢到一旁。得到自由的白青青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空气，他微微抬头，难过地看着上官慈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上官慈见他嘴角轻轻上扬，认定了那是在嘲笑他，自己没本事当了王八，却还宠着他。想到这儿，上官慈心里一通怒火就燃烧起来，上前提起白青青，摁着他的头塞进了水缸里，任凭他怎么挣扎扑腾。爷，二姑娘她会死的。张宁听闻这件事赶来的时候，就看到上官慈单手按着白青青的头在水缸里，而此时的白青青也已经不再挣扎了，死了。上官慈反应过来，将人拎了出来丢到地上，看他脸色苍白，一动不动。二姑娘，二姑娘！张宁过去喊了几声，白青青也没有回答他。他赶紧把白青青倒过来，放在一块石头上，将水给他逼出来。平日里他吃什么东西，总会给张宁和玄霜他们留一份，所以张宁跟他的感情算得上不错，二人也算是个朋友了。如今见白青青这个模样，张宁心里也不好受。上官慈见张宁这般担心白青青，便眯了眯双眼，问他：三顿，你对二姑娘这般上心，她的孩子是你的，她的孩子是你的。孩子！张宁吓得跌坐在地上，随后立即跪了起来。大人明鉴，属下对二姑娘绝无半点非分之想。他额角的冷汗都滴了下来，这个罪名他可担不起，白青青更担不起。哼！上官慈冷笑，过去将白青青一把捞起，去找洛神医来。是。上官慈把白青青带回房间，叫下人烧了水，给白青青擦洗了一番。最终，他的目光落在白青青平坦的小腹上，忍不住伸手过去摩挲着。这里是有个生命存在吗？是别人的孩子。他忍不住手上的力道加重，按了下去。白青青迷迷糊糊之间，感觉有什么东西压在自己肚子上，很痛，便忍不住皱眉。爷，洛神医来了。张宁在外面喊了一声，上官慈回过神，将被子给白青青盖上。进来。这就是你娶回来的那丫头啊？模样长得不错呀。给她看看，看她是否怀孕了。上官慈闭上双眼，起身走到床边，负手而立。有孕？他接着将白青青的手腕扯了出来，给她把脉。那双灰蒙蒙的双眼眯了眯，松了口气，对上官慈说道：哎，小慈子，这姑娘她……行了，我知道了。上官慈手一扬，打断了洛神医的话。今日之事，我不想再让其他人知晓。行吧。洛神医见状也就不多说，便摇了摇头走了。门被关上之后，上官慈在床边站了许久，最后来到床边坐下，望着白青青，脸上露出愁容。本座对你不好吗？本座对你不好吗？为何要这般对待本座？他伸手用指腹点了点白青青的脸颊，最终痛苦地闭上了双眼。等白青青醒来的时候，已是深夜。他睁开眼睛，便看到上官慈坐在他旁边，双眼直勾勾地盯着他。想到之前上官慈差点禽兽到杀了他，他便忍不住往里面缩了缩。这一举动更是刺痛了上官慈的心。二人望着彼此，最后是白青青先开口：上官慈，我们和离吧，可好？什么？我累了，我不想再过这种随时可能会死的日子。你将我休了，把那月华娶进门，我给你们主持完再走，可好？你放过我，我也不再纠缠你，可好？他现在全身都在痛，已经饿得过劲儿了，对食物没有任何食欲。和离？哼！他伸手握住白青青白嫩的肩膀。本座曾说过不可能和离的，你想要休书也可，可你想过吗？你白青青，姚家闺女被一个宦官给休了，你让姚家的颜面摆放于何处？让你父母的颜面摆放于何处？你是个不要脸面的，可姚家4代忠良，他们不要颜面吗？白青青，你若是还想要这休书，本座给。上官慈说的每一个字都犹如巨石一般压在他身上，让他喘不过气，也翻不了身。他什么都可以不在乎，可他不能不在乎他爹娘，不能不在乎姚家。从他穿越到这里那一刻起，他的所作所为都不是他自己可以决定的。他的身后是整个姚家，他不能让姚家百年忠良的名声因他被毁。二姑娘，休书还要吗？上官慈解着衣带问他。不要。他哭出了声来。真乖。上官慈很满意这个答复，换了衣裳与他同床。二姑娘啊，这人总不好太自私了，你说是吧？是。真是个乖孩子。上官慈伸手抚摸着他的头发，却让他害怕的一哆嗦。他伸手握住他纤细的腰肢，在他耳旁问他：
二姑娘，那姚苏雨也是这般对你的吗？哈？他的手开始向下滑，引起白青青一丝丝颤抖来。白青青害怕了，她害怕这样的上官慈，紧紧地抓住上官慈的手，哭得泣不成声。不，大人，我没有。大人，您是怎么了？为何一回来便是如此？他到底是做了什么，能让上官慈心性转变如此之大？上官慈感受到他的身体吓得在颤抖，内心暗自叹了口气，安稳地躺在另一旁。是吧？这一晚上，白青青都没有睡，上官慈也没有睡，两个人躺在一张床上，各怀心事，长叹了一晚上。姑娘，你怎的这般糊涂呀？玄霜含泪看着他，就算你想，也别让大人发现呀。我怎么了？白青青被玄霜问得有些纳闷，她不知道自己干什么了。姑娘，你与姚公子，你们糊涂啊！她一个黄花闺女儿说不出口那个事情。啊？她明白了，原来是因为昨日那婆子的那句话。她后来想了想，那婆子敢这么讲，很可能是受人指使，可这个人是谁，她却无从得知。玄霜正想开口劝白青青，就听到外面开了门。玄霜出去看了看，只见张宁带着清一色的1、2岁的小娃娃站在门口，排了一排，面色尴尬，对玄霜说道：“叫姑娘出来吧，挑一个。”啊！玄霜懵了，他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只好进去叫了白青青出来。白青青出来一看，这一排小萝卜头怯生生地望着他。白青青问张宁：“这是做什么？”张宁挠了挠头，说道：“爷说让你在这群孩子里选一个留下。”啊！白青青抽着嘴角，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了，最后竟哈哈大笑起来，笑得她眼泪都快流出来。笑了好半天，她擦了擦眼角的泪水，对张宁说道：“去备马车，随我去宫门口等着大人出来。”说着，她上前抱起一个女娃娃，真可爱。走，随娘去接你爹下班。等马车停下，正好就看到上官慈出来。他将小女孩塞进张宁怀里，便向着上官慈跑过去。虽然那婆子冤枉他跟表哥不清不楚，虽然上官慈很生气，可他还是做出让步了。大人！白青青张开双臂，眼角含泪，奔向上官慈。上官慈今日大半天都是心不在焉的，唯独出了宫门见到白青青奔过来，他那双涣散的双瞳才重新有了光亮，聚焦在白青青身上。就在快到上官慈面前的时候，白青青突然踩到裙边，一个踉跄，整个人直接向前冲了过去。在他快要跌倒的时候，便撞进一个温暖的怀抱。上官慈见他快要摔在地上，心里扑通扑通的给吓了一跳。他还有着身孕呢，要是直接摔在地上，那肯定是会伤着的。他接住白青青的时候，愣觉得胸口被撞得生疼，后退了几步才稳住身形，低声问道：“你怎地来了？”白青青抬着头笑着说道：“嘿，大人，谢谢你啊，大人最好了。”他一头栽进上官慈怀里哭了起来。姚晃见他几个儿子见自家乖女儿哭得这般伤心，一下子全都过来，将上官慈团团围住。金儿，你这是受什么委屈了？怎么哭成这副模样？是不是这死太监欺负你了？跟舅舅说，舅舅给你出气。姚家几个舅舅纷纷撸起袖子，准备上前跟上官慈打一架。谁知道白青青在上官慈怀里发出了蚊子一般的声音：“大人，我与表哥并无私情，与任何人都没有。从始至终，青青便只有大人一人啊。再说，大人不是也见过青青的手工纱还在的，又如何来的身孕？”上官慈一时间有些反应不过来，直到姚家几个兄弟别过头，他才反应过来，猛地拉下白青青的袖子。他竟有些欢喜。等马车停下，正好就看到上官慈出来。他将小女孩塞进张宁怀里，便向着上官慈跑过去。虽然那婆子冤枉他跟表哥不清不楚，虽然上官慈很生气，可他还是做出让步了。大人！白青青张开双臂，眼角含泪，奔向上官慈。上官慈今日大半天都是心不在焉的，唯独出了宫门见到白青青奔过来，他那双涣散的双瞳才重新有了光亮，聚焦在白青青身上。就在快到上官慈面前的时候，白青青突然踩到裙边，一个踉跄，整个人直接向前冲了过去。在他快要跌倒的时候，便撞进一个温暖的怀抱。上官慈见他快要摔在地上，心里扑通扑通的给吓了一跳。他还有着身孕呢，要是直接摔在地上，那肯定是会伤着的。他接住白青青的时候，愣觉得胸口被撞得生疼，后退了几步才稳住身形，低声问道：“你怎地来了？”白青青抬着头笑着说道：“嘿，大人，谢谢你啊，大人最好了。”他一头栽进上官慈怀里哭了起来。姚晃见他几个儿子见自家乖女儿哭得这般伤心，一下子全都过来，将上官慈团团围住。“金儿，你这是受什么委屈了？怎么哭成这副模样？是不是这死太监欺负你了？
跟舅舅说，舅舅给你出气。姚家几个舅舅纷纷撸起袖子，准备上前跟上官慈打一架。谁知道白青青在上官慈怀里发出了蚊子一般的声音：“大人，我与表哥并无私情，与任何人都没有。从始至终，青青便只有大人一人啊。再说，大人不是也见过青青的手工纱还在的，又如何来的身孕？”上官慈一时间有些反应不过来，直到姚家几个兄弟别过头，他才反应过来，猛地拉下白青青的袖子。他竟有些欢喜。是了，他见过，只是一时气糊涂给忘了。大人若是不信的话，今晚大人可……他可怜的眨着眼睛看着上官慈，对方捂住了他的嘴，生怕他说出什么惊天地的话来。上官慈面颊泛红，嘴角也微微上扬着。白青青有些不明白了，他这个是肯定呢，还是敷衍呢？上官慈心里也逐渐的暖了起来，他是恨透了白青青给自己戴绿帽子，可真的狠不下心去处理他，他只能把那个野种处理掉，却又怕他伤心，于是想给他一个孩子，等他有了牵绊之后再动手。可谁知今天就突然来了这么一出，让他有些不知所措。白青青扒开上官慈的手，认真的说道：“那就说好了，今晚……他再次被上官慈给捂着嘴，说不出话来。上官慈突然之间眉眼弯着，笑出了声。是他傻了，明明他姑娘家的身份还在，他竟然还能信，不是傻是什么？众人见上官慈笑得如此爽朗，纷纷小跑着离开了。他们觉得上官慈笑得如此开心，肯定没有什么好事，还是早些离开，以免惹祸上身。看着这副模样的上官慈，白青青有些心疼了。他明知道他身体缺陷，他们之间不可能有什么，却还是为了将就他而贬低自身，给他送来那么几个孩子，这也算是他的情分了。如果真的收养了个孩子，日后他们出门，上官慈是肯定会被人戳着脊梁骨笑话的。对了，我把咱家的闺女给带了过来。随后便冲着张宁大喊：“张宁，把孩子带过来。”他一到，白青青就把孩子接了过去，对孩子说道：“乖宝贝，这是你爹爹。他的外祖父和舅舅叫什么？他不太会论辈分呢。”胡闹！上官慈将孩子又塞给张宁，带走，哪来的带哪去。白青青话都没说完，张宁就跑了，留下茫然的几个人在那站着。上官慈，你最好给老夫一个解释。没什么可解释的。上官慈面色青冷，带着白青青走了。祖父舅舅们，拜拜。白青青阻止不了上官慈，只能跟姚晃他们告别。白青青坐好，等着上官慈给他道歉。可等了半天，对方也没这个意向，他便忍不住提醒：“大人，您是不是忘了什么事啊？”“什么？”“您冤枉了我，还饿了我1天1夜呢。”“所以你该跟我道歉的呀。”“不会。”他就没有跟谁道歉过。算了算了，白青青也妥协了。就上官慈这个德行，让他道歉的确难了点儿。他正叹气，就听上官慈说道：“明日秋猎，想去吗？”“秋猎？”他记得以前在电视里看过，不就跟他们春游差不多？原本他是特别不喜欢春游的，可是如今这个时代，没手机也没电脑，能出个远门打猎都是奢侈的事情，肯定的回答上官慈：“去。”“那还不早些歇着，明日一早便走。”他话没说完，就见白青青跑了出去，也不知道是去干嘛了。大概过了半个时辰才回来，脸上还带着猥琐的笑。他跑到床边对上官慈说道：“大人，来，我们歇着。”面对这种直白的邀请，上官慈汗颜，却也过去了。入夜，白青青问他，在他心里谁会更重要一些？上官慈说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意义，所以拒绝回答。可架不住白青青在一旁碎碎念，直接点了他哑穴。这个问题却一直回荡在上官慈的脑海：谁更重要呢？他许久没有这般的控制不住情绪了，感受着身边人均匀的呼吸，他勾起了唇角。重要的人是谁？重要吗？不管是谁，在他身边的都是白青青。大人，望宁，去弄些醒酒汤过来。啊，是。望宁硬着往外跑，却被上官慈制止了。不用，你下去吧，不用伺候了。望宁担忧地看着白青青，见他点头，便说道：“奴婢告退。”大人今日怎么了？喝得这般多？上官慈摆了摆手，问白青青：“您可后悔嫁与本座？您可后悔嫁与本座？”看着上官慈眉间愁容，他笑着问他：“大人何出此言？原主会不会后悔？他不知道，至少他还没有太过后悔。”“没什么，不早了，歇着吧。”上官慈揉了揉太阳穴，露出疲倦的神色，又想到今日发生的种种，便觉得很累。白青青见他欲言又止的模样，也觉得不舒服了起来。“大人，你我是夫妻，有什么不好说的呢？”从他问自己后不后悔，白青青猜测肯定是有人对上官慈说了什么。是有人与大人说了什么吗？
上官慈回头，目光有些迷离。他今日见了那几位皇子，带着自己的正妃与妾室们嬉戏，便就想到了白青青。正好又有人当着他的面说起了夫妻之间的事儿，又嘲笑那些宦官无法享受这种快乐，于是他便对号入座了。我是个宦官，你可曾悔？上官慈靠近他，将头抵在他的肩膀上。我若说悔了，大人可会放我走？不会。这个小东西是他的，哪怕是死都得是他的鬼。白青青拍了拍他的后背，这不就是啦？大人知道答案的，又何必问这些呢？他更加确信有人对上官慈说了什么，肯定是跟他那方面有关的。上官慈抬手将他压在身下，皱着眉头看着他。二姑娘，我在呢。望着他略显失落的眸子，白青青笑了。我一直都在的。人家都说身体残缺的人会心理畸形，上官慈虽然那里是好的，可他毕竟也无法像个正常人一般，心里多少也会有些障碍。他低头用指腹划过白青青的脸颊，停留在她粉嫩的唇瓣上，咽了咽口水，低头凑了上去。面对上官慈的主动，白青青有些愣了，随即便有些小高兴。既然他肯，那便是从心底里也承认了自己的存在。许是头一次与姑娘亲近，又喝了酒，上官慈极为用力。不一会儿，白青青的嘴唇便红肿了起来。他啃着白青青的脖颈，又流连到锁骨。大人，他不是不行吗？上官慈也能感受到他身体的变化，便带了些欣喜。本座，即使到了这一步，他还是齿于出口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本座了半天也没说个所以然出来。大人，你的身体……白青青有些诧异，却更加羞涩。他原想着上官慈他不行，所以才尽情的去勾搭他，可现在他怂了。大人，我还没准备。看着白青青皱眉的模样，上官慈也有些心疼了。可今日他有所作为了，心里也是极其兴奋的，只想着自己的身体好了，却忘了身下的人。白青青惨叫了一声，心里骂了声娘。上官慈被这声惨叫给惊醒了，他清楚的知道自己做了什么，那张小脸痛得有些扭曲，泪水也在眼眶里打转。二姑娘，青儿！外面忽然传来摇晃的怒吼，紧接着就是望宁的阻拦声。不能进去啊！姑娘先下了，不能进。他好不容易才有所作为，却被这一声吼又给吓回去了，顿时又羞又气，便起身穿戴好出去了。听着外面的争吵叫骂，白青青的脸都红到了耳根处。他听见他外祖父问上官慈对他家乖女儿做了什么，他还真怕上官慈说老子睡他怎么了，结果上官慈只说了一句与你无关。他将手探到身下摸了摸，拿出来没有看到别的颜色，于是长出了一口气。还是这具身体太小了，所以才会那般痛吧。外面的争执声逐渐引来了许多人，看着越来越多的火把靠近，白青青便躺不住了，她只好穿上衣服出去。外祖父，白青青出门看见上官慈，有些羞涩，嘴角却忍不住上扬起来。她走到姚晃身旁，轻轻摇了摇他的袖子，撒娇地说道：外祖父，这夜深路重的，您怎么来了？方才祖父听见乖女你叫了一声，便赶了过来。来，要外祖父看看，是不是这贼人欺负你了？姚晃将白青青转了个圈，查看她是否受伤。白青青羞红了脸颊，强装镇定。没有，就是青青看到了一只大老鼠，所以才……老鼠？上官慈挑着眉头看着他。哼，那老鼠还真是个大个儿的，对吧，二姑娘？对，大人说的对。得，白青青知道自己又得罪他了，只能顺毛。是这样吗？姚家大爷和二爷狐疑地看着上官慈，对方却冷哼了一声，不作答。是了，抱歉啊，打扰几位长辈歇息了。白青青行了礼，给他们道歉。哦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散了吧。一袭明黄色的身影出现，众人纷纷下跪行礼。他将手一抬，说道：起来吧。这就是上官大人的小媳妇吧？模样可真俊俏，看这小红脸蛋，多可爱。高贵妃笑着走到白青青面前，执起她的小手，瞧瞧，这小手啊，可真是够细腻的。想来上官大人待她是极好的。姚老将军可是个有福气的人。姚晃嘴上说着是，心里却骂了句是个屁。高贵妃笑着将白青青牵到上官慈身边，又将白青青的手递给他，清了清嗓子，小声说道：容爷啊，有些事儿急不得的。他见白青青的衣领有些歪扭，白皙的脖颈处有些许红斑，便知二人发生了什么，笑得贼兮兮地看着上官慈，颇有一番我家猪会拱白菜的视觉。让白青青觉得疑惑的是，上官慈竟然一副顺从的模样，还点了点头。白青青想将手抽出来，却被上官慈紧紧握住。
他抬头看了一眼上官慈，见他嘴角微微上扬，不觉得也跟着笑了起来。都散了吧。皇上一摆手，高贵妃回到他身边，挽住了皇上的胳膊。谦儿哥，总算是有件高兴的事儿了。是呀。众人见皇上都走了，也纷纷离开。姚晃走的时候看了看上官慈，指着他的鼻子说道：“你若是敢对我家乖女做什么肮脏事，老夫打断你的腿。”面对姚晃的狠话，上官慈依旧是面无表情的，只哼了一声，便拉着白青青进了帐篷。一进帐篷，就听到姚晃在外面叫骂，实在让白青青听不下去了，跟上官慈说道：“我外祖父年纪大了，大人您就不能服个软，让让他吗？”本座为何要让？这老匹夫，让他叫回去吧。他冷笑，眸子微微一眯。哼，有这本事，他进来动手。他说这话说的有些小孩子气了。白青青白了他一眼，准备出去劝他外祖父，谁成想上官慈却先他一步出去。姚将军年事已高，就莫要在这里动怒了，小心一口气没上来，走了。你上官慈，你歹毒！姚家大爷抽手就要揍他，却被老二给拦住。上官慈！白青青大喊了一声，跑了出来。你说的是什么屁话？我外祖父正值壮年，其实是暮年，棺材板子都扣半截了吧？姚晃心里感叹，不愧是他姚家的后辈儿，骂起上官慈来也是不怂的。上官慈啊！白青青喊了一声，最后露出祈求的目光。道歉嘛！他用最狠的语气说着最怂的话。上官大人，这姚老将军也算是长辈，于情于理，看在本皇子的面子上，给老将军赔个不是吧。来者是二皇子慕容涵，他一身白衣，像是仙境里的仙人，模样倒是随了他的母妃景贵妃，模样妖冶。他一双黑眸打量着白青青，心里委实有些嫉妒。对于慕容涵的目光，白青青有些不喜欢。上官慈则是直接挡在他身前，看着姚晃。老将军多注意身体。说完，拉着白青青就进了帐篷。姚晃见他们进去，有些发懵，便问自己两个儿子：“你爹我刚刚没听错吧？”他怀疑自己耳朵出了问题，这上官慈会这般轻易服软？没有。他两个儿子也纳闷，就连慕容涵都没有想到上官慈今日竟然如此给面子。可他不晓得，上官慈只是为了不想让他多看白青青而已。进了帐篷，白青青笑出了声来。他觉得上官慈实在是太可爱了，用最冷漠的语气说着最体贴的话。上官慈看他笑出来，也懒得管，便慵懒的斜靠在榻上，说道：“明日秋猎，你离那慕容涵远点儿。”慕容涵，我是女眷，怎会离他近了？他喝了一杯茶，一抬头便对上上官慈那双眸子。他呛着了。过来。上官慈冲他伸手勾了勾，望着他修长的手指，白青青心里罪恶了，魂不守舍般过去，站在上官慈面前。上官慈望着眼前的人，回想起方才他的模样，左手握拳抵住自己的薄唇，目光偏向一旁，心里边忍不住感叹，那模样可真好看。大人，二人均红了脸，都知道彼此在想什么，却谁也没说明白，只是觉得越来越热了。夜深了，睡吧。上官慈开口，声音有些沙哑。他越过上官慈爬了进去，给自己盖好被子，随后伸出小手拍了拍一旁。大人。上官慈低头看着他满脸期待的模样，觉得十分不好意思，目光也有些躲闪起来，身体却十分诚实的进了他的被窝。烛光摇曳，映着二人的脸庞，白青青忍不住偷偷看了看上官慈，精致的五官仿佛是仙人雕刻出来的一般，看上去皮肤也比他更细腻些，忍不住便妒忌起来。大人，你的身体……他还是忍不住问起了这个尴尬的问题，也是出于好奇。既然上官慈身体没什么毛病，是不是代表以后他们感情到了一定地步就可以造娃了？听白青青说起这个，上官慈双眼逐渐睁大，随后又垮了下来。他还是不行，虽说是可以起来，但时间却不持久，这比他不行还要戳心。看着上官慈紧皱的眉头，白青青抿了抿嘴，有些自责，或许自己不该问这个问题的。睡吧。好。待白青青入睡，上官慈翻过身，长叹了口气。突然，望宁追着兔子拐弯之后，发出了一声尖叫。望宁！白青青喊了一声，跑过去，只见望宁吓得哇哇大哭，扑进他怀里。他扭头一看，就见一女子半裸酥胸，她身上的男子衣着算得上是完好，但还在驰骋。他也是头一次见到这个场面，一时间竟忘了跑。那女子似乎也是受到惊吓，大叫了起来，却也分不清她到底是受了惊吓，还是快意上头。那男子倒是没有丝毫停下来的意思，他转头看到白青青的时候，却停了下来。还真是狗屎运啊！此人正是慕容涵。
上官慈昨夜刚告诫过他，就真遇到了，还是这种情况下遇到的。二皇子殿下，白青青干笑了一番，扭头拉着望宁就走。他跑了几步，突然觉得身后一阵劲风袭来，一回头就见慕容涵出现在他身后，大手一挥，将二人拍了出去。白青青跟望宁同时飞了出去。白青青从地上爬了起来，去看一旁的望宁，把他护在身后，然后警惕地看着慕容涵。二皇子，他勉强地笑出来，带着望宁往后缩了几步。白姑娘。慕容涵走过来，嘴角上扬，跟着上官慈，真是委屈了姑娘。白姑娘这般害怕做什么？本皇子很可怕吗？二皇子说的话，臣妇不懂。不懂？方才白姑娘在一旁看的可是很起劲啊。怎么，本皇子的身体，白姑娘可满意？他看到眼前满脸惊恐的小人儿，突然来了兴趣。他想试试这样娇小的小东西该是什么滋味。二皇子说笑了，臣妇向来眼神就不好的。他只需要再退个110来步就好了。是吗？白姑娘若是再退，就别怪本皇子不客气了。他眯了眯眼，露出凶光，吓得白青青一个机灵。这里又没有外人，白姑娘可否与本皇子赏一下这周围的景致呢？二皇子说笑了，臣妇还有事，先退下了。说着，他扶了扶身就要走，刚转身就被慕容涵一个拉扯给拉过去，靠在他怀里。慕容涵在他耳边轻声道：“白姑娘这是想哪去了？”他能感受得到这个男人的危险性，这个时候也就只能指望着望宁了。可偏偏望宁被吓得动都不敢动。二皇子，臣妇是有夫之妇，二皇子还请自重。他声音微微颤抖着，挣扎了一番，却没有挣扎得了慕容涵的束缚。有夫之妇，有夫之妇，就他上官慈，一个太监，他能给你什么？他能给你快乐吗？他的手握住白青青的腰身，得意地说道：“他连最基本的人伦都做不到，能给你什么啊？他就是个太监，我父皇手下的一条狗，一个没用的废物而已。他能给你什么？他若是有这个本事啊，白姑娘也不会到现在都是完璧之身了吧？”他看到白青青手臂上的手工纱，更加得意了。不如跟了本皇子，保你吃香喝辣。听完他对上官慈的谩骂，白青青突然冷静下来，冷冷地说道：“不必。臣妇命贱，不喜香辣。大人也是臣妇唯一的夫婿，二皇子，请自重。”他猛地拔下自己头上的簪子，朝着慕容涵的手扎了下去。慕容涵叫了一声，一掌将他拍出去。慕容涵这一掌用了4分力，将白青青直接拍出去6、7米远，摔在了地上。他左肩痛得抬不起来，挣扎了半天才从地上爬起来。一扭头就看到慕容涵来到他身边，一手掐住他的脖子，将他提了起来，手上的鲜血涌出，滴落在白青青的衣襟上。小丫头性子够烈的呀，真随了你外祖父了。慕容涵不但没有生气，反而更加来了兴趣。你这般模样，配上官慈，可惜了。他与上官慈可谓是面不和，心也不和。慕容涵恨不得天天把上官慈踩在脚下。当时他听说上官慈娶了一个傻子，心里还有点自喜。可昨日一见，他却是有些嫉妒。白青青的眸子是他见过的女人里最干净、最美的，他只望了一眼，便产生了想要得到的欲望。这样美好的东西，他上官慈不配。白青青努力踮起脚尖，要自己站起来能好受些，但慕容涵的手越缩越紧，直到白青青脸色通红，他才松开。白青青捂着自己的喉咙，大口大口地呼吸着。她后退几步，跌坐在地上。望宁见到这副场面，给吓坏了，两条腿一直在颤抖。他看着眼前这个男人，像疯子一般朝着他家姑娘走去。姑娘！望宁跑了过来，挡在白青青身前，哭着对慕容涵说道：“不要伤害我家姑娘，你走开！”他稚嫩的嗓音哭喊着，拍打着小手，不想慕容涵靠近白青青。一时间，白青青失了神。望宁，我不会让你伤害我家姑娘的。望宁的惨叫声惊醒了失神的白青青，她回过头，看到望宁趴在一边的石头旁边一动不动，一旁的石头上还印着斑斑血迹。望宁，她起身要冲过去，身子却向后一仰，被慕容涵给扯回去了。白姑娘这是想去哪儿啊？一个下贱的婢子而已，死就死了，你急什么呀？他的手顺着白青青的后背向下滑去，握住她纤细的腰肢。二皇子，你敢！你若是这么做了，你可知道我外祖父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后果？就算本皇子真的对你做了什么，你觉得上官慈会为了一个小丫头公然与本皇子为敌，还是觉得你祖父敢把本皇子如何呢？傻姑娘哦，君臣君臣。
他们不敢以下犯上。说完，他拦腰将白青青抱起来，向树林走去。慕容涵，你敢！白青青被丢到地上，转身抬腿冲着慕容涵的腹下踢了一脚。显然慕容涵没有防备，硬生生的挨了这么一脚，疼得他瞬间冷汗直冒，弯起了腰低吼着。白青青爬起来绕过他就跑，他想去看望宁的，可又怕慕容涵追上来，只好一边跑一边喊救命。他跑了没几步，突然被慕容涵扯住头发给拉了回来，痛得他眼泪都出来了。贱人，你还敢踢我！慕容涵冲着他就是一脚，活生生把白青青踢出去好几米远。白青青抱着小腹，疼得直发抖。小贱人，你不是很能闹吗？啊，怎么不跑了？你说，要是上官慈知道了，他还会要你吗？啊！白青青吐了他一口，恶狠狠地瞪着他。禽兽！我禽兽？禽兽又如何？啊！慕容涵大笑，他最喜欢的就是折磨人了。看着他们充满希望的双眼，逐渐流露出绝望的目光，那是怎样一种快感啊！慕容涵正得意地笑着，从他身后传来一声清冷的声音：“二弟，你又淘气了。”